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情绪和心理急救》，应对各种日常心理伤害的策略和方法。作者连山，由天空城与您一同分享。心理是沟通人的主观世界和外界环境的桥梁。在这个世界上，人的心理世界是最复杂、最玄妙的，像浩瀚无边的宇宙，深邃而难以捉摸。心理世界能为人们的成功带来力量的源泉和成功的保障。心理学教授乔治·斯格密指出，如果说人生的成功是珍藏在宝塔顶端的桂冠，那么健康的心理就是握在我们手中的一柄利剑。只有磨砺好这柄利剑，才能一路披荆斩棘，最终夺取成功的桂冠。然而心理疾病像是鬼魂一样如影随形，人们的心理疾病由来已久，而且有根深蒂固的渊源。国内一位资深心理学家曾经断言，随着中国社会向商业化的变革，人们面临的心理问题对自身生存的威胁将远远大于一直困扰中国人的生理疾病。的确，历史的发展向我们展示了一个不争的事实，我们身边的大多数人，包括我们自己，都能切身地感受到，在经济、文化、价值观念急剧变化、社会急剧转型的时代，心理问题已经跃居为首要问题。据调查，在人群中，80%的人在不同的年龄阶段，甚至一生中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心理疾病、人格缺陷和习得性不良行为。这本书将结合目前人们的心理现状，从心理医生的角度讲述了88个生动的故事，又对这些案例做了深入浅出的心理理论分析，针对各种心理问题和心理障碍，指出了简单易行、便于操作，而且效果显著的解决途径。希望通过阅读本书，你能够走进自己的内心深处，在一个个故事里呵护自己的内心世界，永葆心理健康，发掘我们内心的潜能，为成功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本集已播完，感谢您的收听。屏幕的右上角一键分享，可以让更多人听到。欢迎各位在屏幕的右下方点赞收藏，你的评论是对我最大的支持。一起来听下集内容吧。第一章，疗愈你的情绪，接纳自我，告别悲观的阴云。首先我们来分享一则案例故事，小倩的烦恼。小倩是一个年轻的女孩，但她并没有同龄人的阳光，悲观总是萦绕在她的周围。她时常觉得生活没有目标，最近这样的情绪越来越强烈了，好像做什么都提不起劲儿，很孤单。周围的环境让她觉得很无趣。她也想改变，但又觉得自己能力不够，很消极，越来越自卑，不爱说话，于是也就显得有一些孤僻。小倩是一个爱思考的人，曾经用很长一段时间来思考活着的意义，但她发现自己找不到答案，她觉得很迷茫。眼看就要大学毕业，她不知道以后的路该怎么走。在心理咨询室里，她对心理医生说，我从小家庭就很不幸，可以说是在同学和邻居的指指点点之下长大的。我从小心里就充满了自卑，很封闭，很悲观，导致我从来都交不到朋友。别人看我外表冷漠，也不敢和我交流。现在长大了，外表使我有了不少的追求者，也减少了很多的自卑。我也爱上了一个男孩，现在是我的男朋友。可是我总是很悲观，认为我们早晚会分开。他开始还忍着，可现在经常因为这个和我吵架。我也知道自己过分了，可就是悲观。听完了小倩的烦恼，你觉得问题出在哪儿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小倩的烦恼，帮助小倩来做一个心理解惑。悲观的阴云从何而来？小倩所烦恼的正是一种常见的心理障碍，悲观。悲观是一种有害的心理状态。美国著名心理学家塞利格曼认为，悲观的人对失败的看法与乐观的人有所不同。悲观者在看待失败上有3个特点。第一，时间难度上。
悲观的人把失败解释成永久性的，而乐观者则倾向于认为一次失败是暂时的，下次就会好了。第二，从空间维度上，悲观的人把失败解释成普遍的，如果某个阶段目标失败，就会认为自己所在的目标全部都失败了。而乐观的人则不会将失败普遍化，认为某个目标没能实现，只能说明自己在这个方面需要进一步的努力，与目标无关。第三，悲观的人倾向于将失败解释为个人原因，认为只有自己要对失败完全负责。而乐观的人则认为呢，失败虽然有个人原因，但不只是个人原因，有时有一些无法抗拒的力量和运气也影响着失败。塞利格曼的理论向我们提示，只要改变对于失败的看法，就会使他们有信心去重新面对现实，树立学习生活的目标。如果我们在生活当中遇到了和小倩一样的烦恼，那么又该怎样做心理调节？告别阴云，重见阳光。其实悲观的心态并不可怕，只要你决定调整自己的心态，一切困难都可以克服。越担惊受怕，就越遭受灾祸。因此我们一定要懂得积极的态度所带来的力量，要相信希望和乐观能够引导你走向胜利。第二，即使处境危难，也要寻找积极因素，这样你就不会放弃取得微小胜利的努力。你越乐观，克服困难的勇气就越大。第三，以乐观的态度来接受现实中的失败。有幽默感的人才能有能力轻松地克服厄运，排除随之而来的倒霉念头。四，既不要被逆境困扰，也不要幻想出现奇迹，要脚踏实地，坚持不懈，全力以赴地去争取胜利。第五，不管有多么严峻形势向你逼来，你都要努力去发现有利的因素，之后你就会发现到处都有一些小的成功。第六，不要把悲观作为保护你失望情绪的缓冲器，乐观是希望之花，能赐给人以力量。第七，当你失败时，你要想到自己曾经多次获得过成功，这才是值得庆幸的。如果10个问题你做对了5个，那么还是完全有理由庆祝一番的，因为你已经成功地解决了5个问题。要分享的第8点是，在闲暇时间，你要努力接近乐观的人，观察他们的行为。通过观察，你能够培养乐观的态度，乐观的火种会慢慢地在你的内心点燃。昨夜星辰，昨夜风，病态怀旧。我们首先来听一则案例故事，别在如果只要中生活。一个夏天的下午，一个年轻人走进了一家心理咨询室，医生不加寒暄地说了，怎么样，年轻人，什么事让你不痛快呢？对心理医生这种洞察心事的本事，年轻人并不意外。他直截了当地告诉医生是自己烦恼的事情，然后医生说，来吧，到我的诊所去，我要看看你的反应。医生从一个硬纸盒当中拿出了一卷录音带，他说，在这卷录音带上，一共有3个来看我的人所说的话，当然没有必要说出他们的名字。我要你注意听他们的话，看看你能不能挑出支配了这3个案例的共同的因素。只有4个字。年轻人开始听了，录音带上这3个声音共同的特点是不快活。第一个是男人的声音，显示他遭遇了某种生意上的损失或者失败。第二个是女人的声音，说她因为照顾寡母的责任感，以至于一直都没能结婚。她心酸地表述着自己错过了很多结婚的机会。第3个是一位母亲，因为她10几岁的儿子和警察有了冲突，而她一直在责备自己。在3个声音当中，年轻人听到他们一共用了6次4个字，如果只要。医生说，你一定大感惊奇，你知道我坐在这张椅子上，听到了成千上万用这几个字作为开头的内疚的话，他们不停地说，直到我要他们停下来。有的时候我会让他们听刚才你听的录音带，我对他们说，如果只要你不再说如果，只要，我们或许就能把问题解决掉。医生接着又说道，用如果只要这4个字的问题，
是因为这几个字不能改变既有的事实，它会使我们朝着错误的方向，让我们向后退而不是向前进，并且只是在浪费时间。最后，如果你用这几个字成了习惯，那么这几个字就很可能变成阻碍你成功的真正障碍，成为你不再去努力的借口。现在就拿自己的例子来说吧，你的计划没有成功，为什么呢？因为你犯了一些错误。那有什么关系？每个人都会犯错误的，错误能让我们学到教训。但是在你告诉我你犯了错误，而为这个遗憾，为那个懊悔时，你并没有从这个错误当中学到什么。年轻人此时带着一些辩护地说道：你怎么知道？因为你没有脱离过去式，你没有一句话提到未来。从某些方面来说，你十分的诚实，你的内心还以此为乐。我们每个人都有一点不太好的毛病，喜欢一再地讨论过去的错误。因为不管怎么说，在叙述过去的灾难或者挫折时，你还是主要的角色，你还是这个整个事件的中心人。在医生的开导之下，年轻人终于意识到，自己沉浸在过去的错误的阴影里，还没有真正走出自我，并用积极上进的态度去改变现在的处境。医生告诉他，他患上了严重的怀旧病，而采用如果、只要这类字眼，便是怀旧病的重要特征。听完了以上这个案例故事，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和我一样，会想到为什么会有病态怀旧呢？针对这个问题，我们来做一个心理解惑。怀旧本来是一种很正常的心理现象，但是社会当中还有一些人以另外一种方式怀旧。他们认定今不如昔，生活在今天，而志趣却滞留在昨天。一言一行与现实生活格格不入。病态怀旧心理的产生有社会原因，也有主观原因。从社会原因来看，一，主要是社会变迁。由于社会结构和阶层发生了重大变化，社会资源与利益重新分配组合，社会地位与经济利益受到了冲击的那一部分的人，极易产生失落感，而又无能为力，只能通过怀旧的方式来表述对现实的遗憾。第二，随着现代文明和大都市的大规模崛起，原有的生活环境无情的解体。在大城市，人们告别了四合院胡同，但又被困在了钢筋水泥的框架里。在乡村，诗篇一样的田野不断被公路铁路吞噬，工业污染了大地，电视使世界和人们接近，却又使人们的心灵彼此疏离。这一切都使一些人感到不适和恐惧。从主观方面来看，也有两点。第一，怀旧实质上是一种对于现实生活的躲避和遁逃，是一种特殊的机制。它把我们所不想回忆的痛苦和压抑隐藏了，忘却了以至于我们永远不会再想起。而另一方面呢，它又把我们过去生活中美好的东西大大强化美化了，以至于人们在几次类似的回忆后，把自己营造的回忆当成真实。第二，怀旧起源于个人的失落感，失落导致回首，试图寻找昔日的安宁与情调。针对病态怀旧，我们又该怎样做心理调节和建设呢？抛开梦幻，走回现实。病态怀旧对一个人具有一定的危害性。在生活中，一个拥有病态怀旧心理的人需要从以下几点来进行自我心理治疗。第一，要积极地参与现实生活，例如认真地读书看报，了解并且接受新鲜事物，积极参与改革的实践活动，学会从历史的高度看问题，顺应时代潮流，不能老站在原地思考问题。第二，要学会在过去与现实之间寻找最佳的结合点。如果对新事物立刻接受有困难，可以在新旧事物之间找一个突破口。例如思考如何再立新功，再造辉煌，不忘老朋友，发展新朋友，继承传统，例行改革，从新旧结合做起。第三，充分发挥正常的怀旧心理的积极功能。正常的怀旧有一种寻找宁静，维持心理平和，返璞归真的积极功能。在这方面功能呢，可以多一些，病态的消极心理就会减少。因此也不应该对怀旧的行为一概反对，正常的怀旧还是要提倡的。战胜人生途中的风雨挫折。首先来分享一则案例故事。
萧兰的遭遇。萧兰的心情很沉重，她克制着，不使自己的眼泪落下来，让大家认为她是一个软弱的人。可是刚才的那一幕幕情景，就像是录像带一样出现在她眼前。叮铃铃，上课的铃声响了，老师笑盈盈地迈进教室，说道：“这节课竞选班干部。”话还没说完，大家就叽叽喳喳地议论起来。萧兰虽然默默无言，心里却像吃了定心丸。她想，凭我当了几学期的中队长资历，再加上上学期又是3好学生，怎么说这中队长我是当定了。萧兰静静坐着，听着几位自告奋勇的同学发言，不禁有点羡慕他们的勇气。突然老师点了萧兰的名字，她站起来愣了一下，支支吾吾地说道：“我决心继续当中队长。”老师听了也满意的笑了，他正在得意，谁知道同班男生王彦伟霆一下子站起来说：“我也想竞选中队长。”从他那涨红的脸可以看出，他的内心一定非常的激动。教室里掌声四起，老师挥了挥手说：“那下面给你们俩10分钟时间，说一说搞好中队工作的设想，然后再进行民意测验。”结果王彦伟的票数以绝对优势当选中队长。小兰强作欢颜，勉强拍了几下手。放学后，小兰呆呆地坐着，她不知道回家该如何面对父母，以后如何面对老师和同学。心理解惑。萧兰的遭遇其实就是我们常见的挫折心理。心理学上所说的挫折，是指人们为实现预定目标所采取的行动受到阻碍而不能克服时，产生了一种紧张心理和情绪反应。它是一种消极的心理状态。在人生漫长的旅途当中，由于各种主观原因，谁都不会是一帆风顺、万事如意的，都难免会遇到一些困难和失败，甚至是饱经风雨和坎坷。一般学习上的困难、工作中的不顺利、人际关系的一时误会和摩擦、恋爱中的波折等，固然会引起不良的情绪反应，但是相对而言，毕竟是区区小事，影响不大。但严重的挫折会造成强烈的情绪反应，或者引起紧张、消沉、焦虑、惆怅、沮丧、忧伤、悲观、绝望。长期下去，这些消极恶劣的情绪得不到消除和缓解，就会直接损害身心健康，使人变得消沉颓废、一蹶不振，又或者愤愤不平、迁怒于人，或者冷漠无情、玩世不恭，或者导致心理疾病、精神失常，也有的可能轻生自杀、行凶犯罪。挫折的产生一般可以分为2类因素，即外在因素和内在因素。我们首先来谈谈外在因素，又可以分为实质环境和社会环境。实质环境包括个人能力无法克服的自然环境的限制，严重的例如无法预料的天灾地变、衰老疾病，轻微的如下雨无法去郊游。社会环境包括所有个人在社会当中所遭遇的政治、经济、道德、宗教、风俗习惯等人为的限制。例如因为种族的不同，使一对相爱的男女无法结婚，或者由于考试制度的关系，使一个具有特殊才能的人无法发挥其才能。第二，内在因素包括个人的生理条件与动机的冲突。个人的生理条件是指个人具有的智力、能力、容貌、身材以及生理上的缺陷疾病所带来的限制，如一个色盲者无法进医学院念书，或者担任某些特殊的工作。动机的冲突是指个人在日常生活当中经常同时产生2个或者2个以上的动机。假如这些并存的动机无法同时获得满足，或者相互对立或者排斥，其中某一个动机获得了满足，其他动机受到了阻碍，则产生难以做出抉择的心理状态，我们称为动机的冲突。遇到以上的这些问题，我们又该如何做心理调节呢？受挫之后的心理平衡不仅影响人的工作和生活，还严重影响人的健康。长久的心理失衡不仅会引起各种疾病，甚至能够使人丧生。为了避免受挫之后的消极心理产生，我们来提供以下的几种调节方法。第一，倾诉法。
将自己的心理痛苦向他人诉说。诉说法是近年来医学心理学比较提倡的一种治疗心理失衡的方法。受挫之后，如果把失望、焦虑的情绪封锁在心里，那它会凝聚成一种失控力，很可能摧毁机体的正常机能，导致体内毒素滋生。适度倾诉可以将失控力随着语言的倾诉逐步的转化出去。第二，优势比较。受挫之后，有时难于找到适当的倾诉对象以诉衷肠，这时便需要我们自己去设法平衡心理。优势比较法的要求是去想那些比自己受挫更大、困难更多、处境更差的人，通过挫折程度比较，将自己的失控情绪逐步转化为平心静气。其次，寻找分析自己没有受挫感的方面，找出自己的优势点，强化优势感，从而增强受挫承受力，认识事物相互转换的辩证法。第三，重塑目标。挫折干扰了自己的原有生活，打破了自己原有的目标，需要我们重新找一个方向，树立一个新的目标，这就是目标法。目标的确立需要分析思考，这是一个将消极心理转向理智思索的过程。目标的确立标志着人们已经开始了下一步争取新的成功的历程。审视你内心的潮汐。浮躁。害人的浮躁。高伟这次得奖，不但是你们幸福社区的荣耀，也是本县的光荣。本人相信高伟在高一能够得到科学竞赛的冠军，不到10年，他一定是获得诺贝尔奖的得主。县长的话还没说完，礼堂里就已经响起了一片如雷的掌声。就在掌声中，县长把金牌挂在高伟的脖子上，接着又抬来了一个2尺高的大银杯，先高高举起，再交给高伟，还给了高伟一个紧紧的拥抱。台下的掌声更疯狂了，表彰大会结束，记者还缠着高伟不放，更有那群成群结队的小女生尖叫着要高伟签名。幸亏校长聪明，一声抬，叫几个壮硕的大男生把高伟抬起来，高高的像是坐8抬大轿的冲出人群。校长最近真是兴奋极了，原本默默无闻的育才中学出了一个知名人物，水涨船高，学校也一下子身价100倍。先是区里表彰校长治校有方，培养出这么聪明才干的天才，将他请到区里最好的酒店摆上酒席，校长自然带着高伟一同前往。当然，超级天才也是一定出生于超级家庭。自从高伟得奖，高家的客人就没断过，除了记者要求高伟挂名的补习班，慕名而来的居民，崇拜英雄的小女生，甚至还有媒婆，更要为高伟说清。高妈和高爸乐坏了，尤其是高妈，每天编一套高伟小时候吃了多少个月的母乳，怀孕的时候怎样做胎教，平常给高伟吃什么，看多久电视，睡什么枕头，喝什么茶，喝什么饮料。高伟就这样在闪光灯下前呼后拥当中度过了半年。渐渐的，要报纸头条也看不到高伟的名字了。1年之后，校长上吊视礼，一切又趋于平静。2年后，街头巷尾又传出一个消息，听说了吗？2年前得大奖的那个高伟，连大学都没考上。嗨，你说说，这孩子啊。接下来，我们来做心理解惑，审视你内心的潮汐。浮躁是指轻浮，做事无恒心，见异思迁，心绪不宁，总想不劳而获，成天无所事事，脾气大，忧虑感强。浮躁是当前普遍的一种病态心理表现，面对急剧变化的社会，不知所为，心里无底，对前途无信心，在情绪上表现出一种急躁心理，在与他人的攀比当中更显示出一种焦虑的心情。由于焦虑不安，情绪取代理智，使得行动具有盲动性，做事前缺乏思考，只要能够达到目的，违法乱纪的事情都会去做。那么人为什么会产生浮躁的心理呢？首先来从历史的原因来讲讲，主要是过去遗留的问题太多，自己的期望值又过高，竞争气氛强烈，变革具有习惯的愿望对原有习惯行为的冲击太大，心中重新定位的角色很模糊，于是心神不宁，焦躁不安，迫不及待的就不可避免的
这成为了一种心理障碍。从个人主观方面来看呢，个人之间的攀比是产生浮躁心理的直接原因。人比人气死人，通过攀比，对学习环境不适应，对自己现有的状态不满意，于是过于急躁的欲望油然而生，因而使人们显得异常脆弱敏感，稍有诱惑就会盲从。浮躁是一种冲动性的、情绪性、盲动性相交织的病态社会心理，它与艰苦学习、脚踏实地、励精图治、公平竞争是相对立的。浮躁使人失去自我的确定定位，使人随波逐流、盲目行动，对此必须要及时的予以纠正。心理调节，务实才能戒浮躁。浮躁不但影响学习和事业，还影响人际关系和身心健康，害处可谓之大，故应该力戒浮躁。那么怎样才能够消除浮躁呢？众所周知，轻浮急躁和稳重冷静是相对的，因此力戒浮躁必须要培养稳重的气质和精神。稳重冷静是一个人的思想修养、精神状态良好的标志。在生活节奏非常快速的今天，一个人只有保持冷静的心态，才能够思考问题，才能够在纷繁复杂的大千世界站得高、看得远。首先分享的第一点，在攀比时要知己知彼。有比较才有鉴别，比较是人获得自我认知的重要方式。然而比较要得法，即知己知彼，知己又知彼，才知道应该具有可比性。例如，相比的两个人的能力、知识、方法、投入是否一样，否则的话就无法去比，而得出的结论也就是虚假的。有了这一条，人的心理失衡现象会大大降低，也就不会产生那样的心神不宁、无所适从的感觉。第二，要有务实精神。务实就是实事求是、不自以为是的精神，是革新求变的基础。第三，遇事善于思考，考虑问题应该从现实出发，不能够跟着感觉走，目标要实际，过程要坚实，真正做一个务实打拼的人。第四，正确对待浮躁心理。偶尔的产生浮躁心理，这很正常，这时可以找朋友们聊聊天，及时的化解浮躁的情绪。孤独的人是可耻的孤独。分享陈丽的孤独。5年前，陈丽失去了自己的丈夫，她悲痛欲绝，自那之后，她陷入了一种孤独与痛苦之中。我该做些什么呢？她在丈夫离开近1个月之后的一个晚上，她对朋友哭诉着：我将住到何处？我将怎样度过一个人孤独的日子呢？朋友安慰她说，她的孤独是因为自己身处不幸的遭遇之中，才50多岁就便失去了自己生活的伴侣，自然是令人悲痛异常的。但时间一久，这些孤独和伤痛便会慢慢的消失减退，她也会重新开始生活，从痛苦的灰烬之中建立起自己的幸福。她绝望地说，不，我不相信自己还会有什么幸福的日子，我已不再年轻，孩子们已经长大成人，成家立业，我孑然一身，还有什么乐趣可言呢？抱着这样的孤独，陈丽得了严重的自怜症，而且不知道该如何治疗。好几年过去了，她的心情一直都没有好转。有一次，朋友忍不住对她说，我想你并不是要特别引起别人的同情或者怜悯，无论如何，你可以重新建立自己的新生活，去结交新朋友，培养新的兴趣，千万不要再沉溺在旧的回忆里了。后来他觉得孩子们应该为他的幸福负责，因此便搬去一个结了婚的女儿同住。但事情的结果并不如意，由于他的孤僻，使他和女儿都面临一种痛苦的经历，甚至恶化到母女反目成仇。陈丽后来又搬去与儿子同住，但也好不到哪儿。后来孩子只好是共同买了一间公寓让他独住，但是这样更加加重了他的孤独。他对朋友哭诉着，所有的家人都离他而去，陈丽的确一直都没有再享受到快乐的生活，因为他认为全世界都在孤立他。接下来我们来做心理解惑，为什么全世界都抛弃了我？
孤独本来是人类的自然本性，但是极度的孤独或者长期的孤独，使自己与世隔绝，就成了一种心理障碍。造成孤独心理原因的大概有3种：一是由于目空一切，非常自傲，认为别人都是低微平庸的，如果与这样的人交往，自己就会掉价，从而使自己陷入到孤独的境地。第二是由于妄自菲薄，非常自卑，认为别人会因为自己的某些短处或者缺陷看不起自己，因此筑起了围城，自我封闭，与别人断交或者尽可能的少来往。三是由于愤世嫉俗，追求完美的理想世界，而这种理想世界又无法与现实相容，因此自己的所作所为常常不被多数人所理解，从而造成孤独的心理。那么面对如此孤独时，我们又该如何做心理调节呢？别让自己与世隔绝。如何才能战胜孤独？那大家不妨采取以下的方法。首先要战胜自卑，因为总觉得跟别人不一样，所以就不敢跟别人接触，这是自卑心理造成的一种孤独状态。其次，要随时跟朋友们保持联系，不应该只是在你感到孤独的时候才想起他们。要知道别人也跟你一样，能够体会到友谊的温暖，或者为别人做点什么。跟人们相处时感到的孤独，有时会超过一个人独处时的10倍，这是因为你与周围的人格格不入。再次，适度的离开熙熙攘攘的尘嚣世界，亲近大自然，享受大自然带给我们的乐趣，这也是排解孤独的良好方式。只不过忙碌于名利和生气的人们，早已经没有恬适的心情去品味自然的美妙之处。最后，你可以通过确立人生目标的方式来驱逐孤独感。人害怕自己跟他人不一样，害怕被别人排斥，害怕在不幸时孤立无援，害怕自己的思想得不到旁人的理解。总之，内心有一种恐慌，似乎人类的心灵就越来越脆弱了。想要从根本上克服内心的脆弱，莫过于给自己确立一些目标，培养某种爱好。一个懂得自己活着是为了什么的人，他们是不会感到寂寞的。同样的，一个活着而有所爱、有所追求的人，也是不怕寂寞的。杞人忧天是无益的行为。焦虑。石油公司老板的心事。石油公司的一些运输员偷偷扣下给客户的油量，卖给了他人，而老板却毫不知情。有一天，来自于政府的一个稽查员来找老板，说他掌握了老板的员工贩卖不法石油的证据，要检举他们。但是如果老板贿赂他，给他一点钱，他就会放他灭马。老板不能认同他的行为及态度。一方面，老板觉得那些倒卖石油的员工有问题，与自己无关，但另一方面呢，法律又有规定，公司应该为员工的行为负责。另外，万一案子上了法庭，就会有媒体来炒作，名声传出去会毁了公司的生意。老板焦虑极了，开始生病，3天3夜都无法入睡。他一直都在想，我到底应该怎么做才好呢？给那个人钱，还是不理他，随便他怎么做呢？老板决定不了，每天都担心，于是他就问自己，如果不付钱的话，最坏的后果是什么？答案是他的公司会垮，事业会毁，但是他不会被关起来。然后呢，他也许要找个工作，其实也不坏啊。有些公司可能乐意雇佣他，因为他很懂石油。到这里很有意思的是，他的焦虑开始减轻，然后他开始思考解决的办法。除了上告或者给他金钱之外，有没有其他出路呢？找律师啊，他可能有更好的点子。第二天，老板去见了律师。当天晚上，他睡了一个好觉。隔了几天，律师叫老板去见地方检察官，并将整个情况告诉检察官。意外的事情发生了。当老板讲完之后，那个检察官说，我知道这事，那个自称政府稽查员的人是一个通缉犯。老板心中的大石头也终于落下来了。这次经历让他永生难忘。此后，每当他开始焦虑担心时，他就会用这样的经验来帮助自己摆脱焦虑。心理解惑。无端焦虑为哪般？
焦虑是一种没有明确原因的、令人不愉快的紧张状态。适度焦虑可以提高人的警觉度，充分调动身心潜能。但如果焦虑过火，则会妨碍你去应付、处理面前的危机，甚至会妨碍你的日常生活。如果一个人乘坐的汽车突然发生车祸，虽然自己没有受伤，感到侥幸宽慰，但事后一想到这事儿，心里就发抖。这就是常说的后怕，其实就是焦虑啊。一个人面临会见重要人物、登台表演、等待可能到来的空袭警报时，都会产生焦虑。在这个时候，他们常常有一种说不出的紧张和恐惧，或者难以忍受的不适感。主观感觉多为心悸、心慌、忧虑、担心、愣神、沮丧、灰心、自卑，但自己又无法加以克制，整日忧心忡忡，似乎感到灾难临头，甚至还会担心自己可能会因为失去控制而精神错乱。患者在情绪上整天愁眉不振，神色抑郁，面孔紧绷，似乎有着无限的忧伤和哀愁，记忆力衰退，兴趣索然，注意力涣散，在行为方面呢，常常坐立不安，走来走去，抓耳挠腮，不能够安静下来。心理学研究表明，导致焦虑的原因既有心理因素，又有生理因素的参与。同时，人的认知功能和社会环境也起到重要作用。研究发现，焦虑者及其亲属一般多具有焦虑性格，即易焦虑、激怒、胆小怕事、谨小慎微、情绪不稳、不安全感增强、自信心不足等。由于这种性格的原因，这样的人即使遇到细小的事情，也往往不能适应。面对轻微的挫折或者身体不适，就出现过度的紧张，以至于逐渐产生焦虑。心理调节，别再杞人忧天。通常情况下，你可以按这样的方法来排除焦虑状态。第一，可以向心理医生或者自己信任的好朋友倾诉内心的痛苦，也可以用写日记、写信的方式来宣泄，或者选择适当的场合来痛哭呼喊。第二，焦虑是人在应激状态之下的一种正常反应，要以平常心来对待，顺应自然，接纳自己，接纳现实，在烦恼和痛苦中寻求战胜自我的理念。第三，在心理医师的指导之下训练，可以做自我放松训练。四，无论学习还是工作，没有目标就会茫然不知所措，目标确立要适度，根据人生不同发展的阶段确立目标。五，回忆或者讲述自己最成功的事，引起愉快的情绪，有利于忘掉不愉快的事情，消除紧张压抑的心理。第六，积极参加文体活动。研究表明，音乐能够影响人的情绪、行为和生理功能。不同节奏的音乐能够使人放松，具有镇静、镇痛的作用。第七，多参加集体活动，例如郊游、植树、讲座、学生社团等等啊。在集体活动当中发挥自己的专长优势，增加人际交往。和谐的人际关系会使得人获得更多的心理支持，缓解紧张、焦虑的情绪。克制你的怒气、愤怒。分享案例故事：愤怒的蔓延。有一位经理一大早起来，发现上班就要快迟到了，他急急忙忙开着车往公司奔。一路上为了赶时间，这位经理连闯了几个红灯，最终在一个路口被警察拦了下来，给他开了罚单。这样一来，上班迟到已是必然。到了办公室之后，这位经理像吃了火药一样，看到桌上放着几封昨天下班之前已经交代秘书寄出的信件，气不打一处来。他把秘书叫来，劈头盖脸就是一阵痛骂。秘书被骂得莫名其妙，拿着未寄出的信件走到总机小姐的座机，照样是一阵狠批。秘书指责总机小姐昨天没有提醒他寄信。总机小姐被骂的心情恶劣之至，找来公司内部职位最低的清洁工借题发挥，对清洁工的工作没头没脑，又是一连串声色俱厉的指责。清洁工底下没有人可以再骂了，他只能憋着一肚子的闷气下班回家。清洁工见到读小学的儿子趴在地上看电视，衣服、书包、零食丢得满地都是，逮着好机会把儿子好好的教训了一顿。儿子看电视看不成，愤愤地回到自己的卧房，见到家里那只大懒猫正在盘踞在门口，儿子一时怒由心中起，
立刻狠狠地踢了他一脚，把猫给踢得远远的。无故遭殃的猫心中百思不得其解，我这又是招谁惹谁了呢？心理解惑，接下来我们来听心理解惑。愤怒是一种情绪状态，按照强度不同，可以分为轻微的愤怒、强烈的愤怒，甚至是暴怒。和其他情绪一样，愤怒也会伴随生理上的变化。当你感到生气，心率和血压会上升，同时能量激素、肾上腺激素、甲状腺激素的水平都会升高。在日常生活当中，引起愤怒的原因有很多，每个人都不可避免的会产生愤怒的情绪体验。愤怒是一种有害的情绪体验，常常会给人带来意想不到的麻烦。例如同学关系疏远、师生关系紧张，而且长期持续的愤怒对个体的健康损害也是极大的。内经上说，喜怒不节则伤脏，脏伤则病起。当人愤怒时，交感神经兴奋增强，使心率加快，血压升高，所以经常发怒的人容易患高血压、冠心病，可能会使病情加重，甚至危及生命。愤怒可以使食欲降低，影响消化。经常发怒可以使消化系统的生理功能发生紊乱。愤怒还会影响腺体的分泌功能，过度的愤怒甚至会使人丧失理智，引发犯罪或者其他更加严重的后果。因此，控制愤怒的情绪就十分重要。接下来我们来做心理调节，做一个不去生气的聪明人。愤怒是一种情绪，如果你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经常发怒，不妨试试以下几招。第一，深呼吸。从生理上看，愤怒需要消耗大量能量，你的头脑此时处于一种极度兴奋的状态，心跳加快，血流速度加速，这一切都要求有大量的氧气补充。深呼吸后，氧气的补充会使你的躯体处于一种平衡状态，情绪会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虽然你仍然处于兴奋状态，但是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自控能力。数次呼吸可以使你逐渐平静下来。第二，理智分析。你将要发怒时，心里快速想一下，对方的目的何在啊？他也许是无意之中说错了话，也许是存心想激怒别人。无论是哪种情况，你都不能够发怒。如果是前者，发怒会使你失去一位好朋友；如果是后者，发怒正中对方下怀，他就是要故意损坏你的形象，你偏不能让他得逞。这样稍加分析，你就会很快地控制住自己的情绪了。第三，寻找共同点。虽然对方在这个问题上与你意见不同，但在别的方面你们还是有共同点的。你们可以搁置争议，就先共同点进行合作。第四，回想美好时光。想一想你们过去亲密合作时的愉快时光，也可以回忆自己的得意之事，使自己的心情轻松下来。如果你仅仅是因为一个信仰上的差异而想动怒，不妨把思绪带到一个令人愉快的天地里，美丽的海滩，柔软的阳光，广阔的大海，你会觉得人生是如此美好，大自然是如此的包罗万象。人应该有他那样的博大胸怀，不能执着于蝇头小利。想到这些，你或许会更加容易控制自己的怒气。第二章，直面内心的冲突，摆正好心态。披着羊皮的狼，虚荣。我们首先来听案例故事，花季少年为什么走向犯罪？前段时间，某市公安局网监大队利用网络定位手段，成功侦破了一起通过互联网实施盗窃的案件。犯罪嫌疑人小李年仅15岁，虽然是一个正处于花季的少年，却熟练使用高科技手段实施了多次网络盗窃案件。15岁，正值人生的美好花季，本应该天真无邪，对于未来充满希望的孩子，却走入了人生的深渊。自从网络普及之后，小李就像别的孩子一样，对于电脑网络一见钟情。一开始小李只觉得好奇，认为网络是一个新奇的世界。学会聊天之后，小李就迷上了 QQ。一开始小李只是一个普通的用户，整天在网上浏览网页。后来腾讯公司推出了相关的 QQ 宠物和贵宾的制度等业务，时间一长，小李发现网络里面也分贫富贵贱。比如 Q 币少的穷人
就不是会员，没有积分，不能够领养宠物，在 QQ 社区里面不能穿好看的 QQ 袖装，玩富人的 QQ 游戏等等。怎样才能给自己的 QQ 充值呢？小李动起了歪念头。没有银行卡，没有网上的银行账号，没有一点通，小李想到了家里的电话。第一次，小李用家里的电话拨打了声讯特服号码充值。有钱的感觉真好，小李玩得很开心。随着账号的升级，装备的更新，他的 Q 币很快就花完了。由于电话充值的原则是只要电话接通就开始收取时话费，同时按照3元每分钟收取声讯费用，挂机才停止计费。一段时间之后，小李的父母突然发现自己家里的电话费暴涨，里面的费用最多的一项是信息费。老实巴交的父母不懂，以为是小李给同学打电话太多，造成了家里的电话费飙升，就抓住小李批评了一通。看到父母严肃的表情，小李害怕了。他想，家里的电话不能打，那么楼道里的总可以吧？原来小李家住在某市的某小区，他家门口过道上有一个没有上锁的铁盒子，里面是整栋楼的电话接线盒，好多红灯都在那一闪一闪的。为了避免人多事，小李就选择上午11点放学之后行动。这时候大人们大都还没有上班回来，他就搬了张椅子踩在上面，摸索着把自己家电话线接到别人家的电话线上。开始时小李也心惊胆战的，每做一次夜里都睡不着，好几天都觉得有人在背后盯着他看。慢慢的，他发现邻居都没有什么反应，几个月下来他就习惯了。今天接这家，明天接那家，有时候他一连接好几家电话也没有什么感觉。到案发时，小李已经有2个级别相当高的账户了，可以享受所有尊贵魅力特权。小小年纪的他，在互联网上却是装备精良，拥有绝对权力的大款。然而俗话说得好，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还有一句话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终于有一天，网络警察通过监控手段掌握到小李作案的全过程。面对突如其来的警察，小李痛哭流涕，父母如梦初醒。心理解惑：人为什么会有虚荣心？因为虚荣，一个花季少年陷入到犯罪的泥潭，不能不令人惋惜啊。虚荣是指急于想在各方面超越他人，以夸大自己在别人眼里的价值的方式来表现自己的强大，以假象昭示于人，通过欺骗使自己得到他人的赞许，从而达到提高自己的效果。当自己做出虚荣行为时，表现得很自负，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很强大。然而独自一人时，又会感到十分自卑，内心感到空虚惆怅，活得非常累。虚荣心是扭曲了的自尊心。虚荣心男女都有，但总的来说，女性的虚荣心比男性强，因此虚荣心带给女性的痛苦比男性要大得多。这一类型的人表面上表现为强烈的虚荣，其深层心理就是心虚。表面上追求面子，打肿脸充胖子，内心却很空虚。表面的虚荣与内心深处的心虚总是不断的在斗争着。一方面在没有达到目的之前，为自己不如意的现状所折磨着；另一方面呢，即使达到了目的之后，也唯恐自己真相败露。一个人如果永远被这至少来自于2方面的矛盾心理所折磨，他们的心里总会是痛苦的，完全不会有幸福可言。做真实的自己最美丽。心理调节。虚荣心给人们带来的麻烦和苦恼是有目共睹的，所以我们一定不要成为虚荣的奴隶。那么如何摆脱虚荣的奴隶呢？分享以下几点给各位。第一，要客观地评价自我，对自己的优缺点、优势劣势有一个真实的评价，不要自己骗自己，要敢于正视自己的不足，建立对自己的信心。第二，调整追求目标，把追求胜于他人的欲望变成追求自我奋斗目标的实际行动，尽可能的摆脱对于表面东西的追求，通过积极的学习和努力使自己成为一个强者。第三，正确的对待名誉，不要热衷于表面空有的虚名，注意实际能力的培养。4.
历届说谎，避免以说谎来表现虚荣。5. 敢于自我暴露，不但要向他人表现自己的优缺点，也要暴露自己的弱点劣势。在人际交往各种活动当中流露自然的自我，自己是什么样的人就表现出什么样，有什么样的想法就说出来，做真实的自己。6. 不要为名声形象所累，因为名声形象实际上都是抽象的、虚幻的、人为的，受每个人的价值观影响。只要你自己有相应的进取、发展、成熟的思维和行为，那就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心理需求行事，不用过多的考虑他人会说什么，有什么看法。别把自己的影子拉得太长，自负。分享案例故事：自负的博士。一个晴朗的星期六，李医生的诊所里来了一位博士，他诉说着自己的苦闷，说自己是单位里面最高的学历，却得不到应有的尊重。更气人的是，同事和一个清洁工亲切的打招呼，却不愿意理他。在李医生的诱导之下，博主讲出了一件与同事相处的小事。有一天，他到单位后面的小池塘去钓鱼，正好正副所长在他的一左一右也在钓鱼，他只是微微点了点头。这两个本科生有啥好聊的？不一会儿，郑所长放下鱼竿，伸伸懒腰，蹭蹭蹭的从水面上如飞一样的走到对面上厕所。博士的眼珠子瞪得都快掉下来了。水上漂？不会吧，这可是一个池塘啊！郑所长上完厕所回来时，同样也是蹭蹭蹭从水上飘了回来。这是怎么回事呢？博士生也不好去问，自己可是博士生啊。过了一会儿，副所长也站起来，走几步蹭蹭蹭的也飘在水面上去上厕所。这下子博士更有点晕倒了。不会吧，到了一个江湖高手云集的地方呢？博士也没急了，在这个池塘两边有围墙，要到对面上厕所非得绕10分钟的路，而回单位又太远，怎么办呢？博士也不愿意去问两位所长，憋了半天之后也起身往水里跨。他就不信了，本科生能过的水面，我博士生不能过。只听咚的一声，博士栽到水里，两位所长将他拉了出来，问他为什么要下水。他问，为什么你们可以走过去呢？两位所长相视一笑，在池塘里面有2排木桩子，由于这2天下雨，涨水刚好在水下面，他们知道木桩的位置，可以踩着桩子过去，怎么不问一声呢？李医生听完笑着说道，小伙子，问题出在你自己身上啊，你自己都不愿意和别人打交道，别人怎么会和你打成一片呢？学历只能代表过去，只有学习能力才能够代表将来。持续学习，虚心请教，才能够少走弯路。盲目自大，放不下架子向别人去请教，结果就只能摔跟头了。心理解惑，自负的心理根源。我们在上面故事当中分享的这位博士就是一名典型的自负者。自负是一种常见的心理障碍，形成自负的原因有以下的几点。一是过分的娇宠的家庭教育。家庭教育是一个人自负心理产生的第一根源。对于青少年儿童来说，他们的自我评价首先取决于周围的人对他们的看法，家庭则是他们自我评价的第一参考系。父母宠爱、夸赞、表扬会使他们觉得自己相当了不起。二是生活当中一帆风顺。人的认识来源于经验，生活中遭受过许多挫折和打击的人很少会有自负的心理，而生活中一帆风顺很容易养成自负的性格。现在的中学生大多都是独生子女，是父母的掌上明珠，如果他们在学校里出类拔萃，老师又宠爱他们，就会养成自信、自傲和自负的个性。三是片面的自我认识。自负者掩盖自己的短处，夸大自己的长处。自负者同样缺乏自知之明，同时又把自己的长处看得十分的突出，对自己的能力评价过高，对别人的能力评价过低，这样自然就产生了自负心理。四是情感上的原因。有一些人自尊心特别强，为了保护自尊心，在交往挫折面前，他常常会产生2种既相反又相通的自我保护心理。一是自卑心理，通过自我隔绝，避免自尊心的进一步受损。
二就是自负心理了，通过自我放大获得自卑不足的补偿。例如，有一些家庭经济条件不是很好的学生，生怕被经济条件优越的学生看不起，便装清高，从表面上摆出看不起这些学生的样子。这种自负心理是自尊心过分敏感的表现。心理调节，看清自己最重要。人不能没有自负，尤其对于青少年来说，在适当的范围内，自负可以激发他们的斗志，树立必胜的信心，坚定战胜困难的信念，使他们勇往直前。但是自负又必须建立在客观现实的基础之上，脱离实际的自负不但不能够帮助人们成就事业，反而会影响自己的生活、学习、工作与人际交往，严重的会影响心理健康。那么如何克服自负的负面影响呢？首先，接受批评是根治自负的最佳办法。自负者的致命弱点是不愿意改变自己的态度或者接受别人的观点。接受批评皆是针对这一特点提出的方法，它并不是让自负者完全服从于他人，只是要求他们能够接受别人的正确观点，通过接受别人的批评，改变过去的固执己见、唯我独尊的形象。其次，与人平等相处。自负者视自己为上帝，无论在观念上还是行动上，都无理地要求别人服从自己。平等相处就是要求自负者以一个普通社会成员的身份与别人平等交往。再次呢，提高自我认知，要全面地认识自我，既要看到自己的优点长处，又要看到自己的缺点和不足，不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抓住一点不放，以免失之偏颇。最后呢，要以发展的眼光来看待自负，既要看到自己的过去，又要看到自己的现在和将来。辉煌的过去可能标志着你过去是一个英雄，但它并不代表着现在，更不预示着未来。走出自卑的泥潭，自卑。分享案例故事，一位自卑者的经历。湖南有一位大学生，毕业之后被分配在一个偏远闭塞的小镇任教。看着昔日的同窗，有的分配到大城市，有的分配到大企业，有的投身商海，而他充满梦想的象牙塔坍塌了。残酷的现实使他好像从天堂掉进了地狱，自卑和不平衡油然而生。他从此不愿意与同学或者朋友见面，不参加公开的社交活动。为了改变自己的现实处境，他寄希望于报考研究生，并将此看作是唯一的出路。但是强烈的自卑与自尊交织的心理让他无法平静，在路上或商店偶然遇到一个同学，都会好几天无法安心。他痛苦极了。为了考试，为了将来，他每每端起书本，却又因为极度的厌倦毫无成效。他自己说，他一看到书就头疼，一个英语单词记不住2分钟，读完一篇文章，头脑仍是一片空白，最后连一些学过的知识也记不住。他的智力已经不行了，这可恶的环境让他无法安心，他恨自己，恨每一个人。几次失败之后，他停止努力，荒废了学业。当年的同学再遇到他，他已经因为过度酗酒而让人认不出他了。他彻底的崩溃了，短短几年却成了他一生的终结。心理解惑：是谁吞噬了我们的自信之心？所谓自卑，就是轻视自己，自己看不起自己。自卑心理严重的人，并不一定是其本身具有某些缺陷或短处，而是不能悦纳自己，自惭形秽，常常把自己放在一个低人一等，不被自我喜欢，进而演绎成别人也看不起自己的位置，并由此陷入到不能自拔的痛苦境地，心灵笼罩着永不消散的愁云。那么到底自卑是如何形成的呢？有关心理专家总结了以下几点成因。第一，没有形成成熟的自我概念。学龄前儿童不知道什么叫做自卑，因为他还未产生自我意识，还不知道评价自我。到了青春期，自我意识逐渐形成，然而他不能一下子成熟。不成熟的表现是过高或者过低的要求自我。过低要求自我的人得过且过，也不知道自卑。问题就出在高要求自我人的身上。
他们要求自己必须十全十美，必须时时处处的超越别人。可现实当中，自我谁也不能够达到这个标准，所以呢，也就自卑起来。第二，生活中的挫折。通常自卑感强的人往往有过某一特别严酷的经历，有过心理创伤。但是同样的心理创伤并非对所有人都会产生自卑感，因为心理创伤并不完全起因于外部的刺激，还有其主观原因，性格。自卑感较强的人一般具有以下几个性格特征：小心、内向、孤独和偏见、完美主义。更需要指出的是，现代社会是一个充满竞争的社会，出人头地的风气越来越盛行，这也造成了某人自卑感的重要原因。自卑感往往就在类似于入学考试、录用面试、体育比赛的笔试优劣的场合产生。有的人原本是豪情万丈，一旦遇到困难挫折，一下子就泄了气，觉得自己太无能，因此而瞧不起自己。哲学家斯塞说，由于痛苦而将自己看得太低，就是自卑。第三点原因，身体上的缺陷。相貌、体型、体力、身体功能各方面的缺陷，常常使一些人感到见不得人、低人一等，因而就陷入到自卑的泥潭当中，难以自拔。但是自卑的主要原因依然是心理原因。有自卑心理的人并不一定条件很差，也有的是由于心理缺陷或者是职业原因，或者有过某些过失而产生。自卑心理易使个人孤立、离群，不愿意在公开场合露面，不愿与异性交往，遇到理想异性时，因为担心对方看不起自己，不大敢追求而失去时机。有这样心态的人要振作精神，树立自信、自强的心理。心理调节，驱散自卑的灵丹妙药。无论自卑是怎样形成的，我们都要想办法去克服。如何克服自卑呢？结合专家的建议，我们总结了以下几点。第一，大哭一场。专家说，伤心一阵子很有作用，这并不是可耻。流眼泪不仅仅是伤心的表现，而是悲哀或是情感的发泄。即使悲痛在伤心事情发生后一段时间才会显露出来，也没有关系啊，只要终究能够发泄就行。第二呢，参加辅导团体。一旦决定要好好过日子，就找一个倾诉对象，跟过来人谈谈，也许是最有帮助的。第三，阅读。初期的震荡之后，应该重新集中心神开始阅读。读书、读刊，尤其是教你自助自疗的书籍，能够给你启发，使你放松。第四，写日记。许多人把遭逢不幸之事的平凡过程逐一记录下来，从中获得抚慰。这样的方法甚至可以产生治疗作用。五，安排活动。要想到人生中还有很多你所期盼的事情，这样可以加强你勇往直前、再创造前途的信心。不妨现在就决定你拖延已久的旅行日期吧。第六，学习新技能。可以到社区学院去学一门新课，找一个新嗜好。你可以有个一于往昔的人生，可以借助新技能加以充实。第七，奖励自己。在极端痛苦的时刻，哪怕是最简单的日常事物，起床、洗澡、吃东西，都似乎很难。应该把每一项工作，无论是多么微不足道的事情，都视为成就，奖励自己。第八，运动。体力运动的疗效特别显著。有一个中年女性在21岁的儿子自杀之后，心神紊乱，无心做事。她听朋友劝，参加了爵士乐运动。后来她说，那只是跟着音乐伸展，身心舒服些，心情也好多了。运动能够使你抛开烦恼的事情，让你脚踏实地的感受自己在做什么。第九，不要再沉溺于自卑了。有许多人挨过创痛期之后，最终会感到必须要有所作为，也许是创设有关组织，或者写书，又或者是参与促进公共关注的活动。在这个过程当中去发现帮助他人是很有疗效的治疗手段。不要总认为别人看不起你而离情所居，自己瞧得起自己，别人也不会轻易的小看你。能不能从良好的人际关系当中得到激励，关键还是在自己。要有意识的与周围的人在交往当中学习别人的长处，发挥自己的优点，
多从群体活动当中培养自己的能力，这样可以预防孤陋寡闻而产生的畏缩躲避的自卑感。任何事情都不能重新来过，后悔。分享一则案例故事，喜欢后悔的小芬。小芬是某单位的普通员工，性格温和，里里外外都人缘颇佳。但是她有一个毛病，常常引起她身边人的反感。她整天都是算不清账的感觉，比如买菜到家，边摘菜边念叨：卖菜的真黑心啊，菜这么贵。要是买到便宜的菜了，她就唠叨说：买的没有卖的精。在公司里，她做完一个决定之后，不是没完没了的自我辩护，就是追悔莫及。如果领导和同事让他重新决定，他做完新决定后还是如此，似乎事情在他心里永远没有一个终点。心理解惑：后悔的后台是谁？人们产生后悔的心理原因大致可以分为2种。第一种是在做出决定之前，对可能出现的消极后果有一定的预知，但是由于疏忽大意或者是盲目乐观，对这种危险的苗头没能采取必要的防御措施。在这种情况之下，决定人是非常后悔的，因为他已经接近正确的选择了，只因为一念之差产生了重大的遗漏。另一种后悔经常发生在盲目乐观者的身上，决定者在制定行动方案时，有意回避不利的信息，对未来的困难、危险以及不利条件根本没有考虑。由于没有任何的心理准备，也没有任何有效的应急措施，因此决定者只有惊恐和本能的防御反应，只能临时利用手头的力量补救一下，但中英补救措施的非系统化、非严密化收效不大。有的人经常后悔，而且经常经历相似的后悔，他们的失误往往不是新的失误，而是屡次重复旧的失误。他们的后悔仅仅是停留在肤浅的情绪水平，没能深深地触及认知结构，没能很好地剖析事物的原因，吸取发人深省的教训。心理调节，一切都要向前看。既然我们已经知道内疚后悔对于我们现实丝毫无益，那就从现在开始将它们从心里内心完全的清除掉。认识到过去等于历史，往事已成为历史，不管你怎样后悔也不会有丝毫的改变了。你应该铭刻在脑海里的一句话是：内疚后悔既不能改变往事，也无法使我有所长进。根据这一认识，你可以将内疚后悔和吸取经验教训区别开，从后悔中吸取教训。只要努力地解决你所避免的问题，你就可以消除自己的内疚后悔心理。第3，做自己决定的事。如果父母、上级、邻居甚至爱人不赞成你的某些行为，你可以认为这是正常的，关键在于你要对自己表示赞许。得到他人的赞许是令人愉快的，但也是无关紧要的。一旦你不再需要得到他人的赞许，就不会因为自己的行为受到反对而内疚后悔。第4，将你自己做过的各种错事列成清单，根据1到10的标准评分，标明你对于每件事情的后悔程度，并且将各种错事的分数加起来。想一想，分数高低对你的现状有什么影响？你会发现现实依然是现实，一切后悔都是徒劳无益的。第5，客观分析自己行为的各种后果。不要根据直觉来判断生活当中的是与非，判断的标准应该是看你的行为是否使自己精神愉悦，是否有助于你向前发展。第6，拒绝外力促使后悔。因此，如果妈妈为让你感到内疚而说，你为何什么事情都不干，或者你就坐着吧，我去搬椅子，你可以学着做出新的答复。例如，你可以说：好吧妈，如果你连几分钟都等不了，并且非要为几把椅子而弄得自己腰疼，我想我也劝阻不住你。这一过程需要一定时间，但是当这些人意识到他们不能迫使你感到后悔时，他们的行为就会有所转变。一旦你消除了自己的后悔心理，你就会在情感上不再受他人控制和支配。第7，做一些你知道必然会使自己感到内疚的事情。例如，你刚到一个旅馆，侍者要带你去你的房间，你只有一件很小的行李，
完全可以自己找到房间。你可以告诉他你并不需要他的帮助。如果这位不受欢迎的朋友仍然坚持要帮你拿行李，你可以指出他是在浪费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因为你不会为自己不需要的服务付小费。此外呢，如果你一直想独自到外面度假，你完全可以一个人去度1周的假，而不必顾虑家庭其他成员为使你后悔而提出的反对意见。这些行为都可以帮助你克服自己在各种环境之下产生后悔的情绪。只要你过得没我好，嫉妒。我们首先来听案例故事，一场由嫉妒发生的惨案。对信阳山3581高级中学3年级1班409寝室的女生而言，2003年1月21日那个凌晨，无疑是一场噩梦。凌晨2时许，正在香甜的梦中熟睡的8名女生突然被一声撕心裂肺的惨叫声惊醒。惨叫声是从门边下铺张静那儿发出的。张静不住地喊痛，漂亮的脸部变成了一片黑色，而且正在发泡，越来越恐怖。大家惊呆了，有人故意用硫酸作恶毁容。医院里，大家痛心地看到张静那张被硫酸灼烧的面孔令人惨不忍睹。和张静同床的晶晶，左手也被硫酸烧伤，幸运的是她的伤只是轻微伤。此案发生之后，女生宿舍一片惶恐，因为遭硫酸袭击的床位其实是晶晶的床位。校方赶紧向公安机关报案，河区公安分局成立了专案组，进驻了3581高级中学。3天之后，一个女生提供了一条线索。办案人员立即询问与晶晶同班的女生马娟。马娟坦白说，2003年1月20日中午，她花了8块钱购买了1大瓶的硫酸回到学校。她要找机会将硫酸泼到晶晶的耳朵上，让晶晶尝一尝她的厉害。当晚，马娟早早睡下。凌晨2时许，她端起了装有硫酸的白瓷瓶，径直走到409室。409室的门凑巧没锁，她轻轻一推，门开了。当马娟走到晶晶面前时，该女士的一名女生正好说梦话，马娟吓了一跳，以为有人看见她了。知道晶晶和张静同床，她心里很慌，将硫酸往床上一个人的脸上一泼，转身就跑。身后传来了张静痛苦的惨叫，她一听就知道泼错人了。马娟说，因为晶晶比较聪明，比我学习好，1月20日又要考试，我的压力特别大，决心想办法耽误一下晶晶的学习进度，以免她的学习成绩和自己相差太远。考虑再三，她决定泼硫酸这个方法。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的认为，被告人马娟因为嫉妒他人，采用泼硫酸的手段，致一人重伤且造成严重残疾，一人轻微伤，犯罪手段极其残忍，后果特别严重，其行为已经构成故意伤害罪。2003年10月14日，泼硫酸的马娟被法院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是什么让马娟铤而走险，用众人皆知的腐蚀性很强的硫酸毁掉了同学如花的脸庞？是嫉妒。如此看来，嫉妒比毒瘤还要可怕。心理解惑，揭开嫉妒的心理面纱。许多心理学家分析，嫉妒是人类的一种本能，是一种企图缩小和消除差距，实现原有关系平衡，维持自身生存与发展的心理防御反应，是当别人在某些方面超过自己，使自己的欲望不能得到满足时所产生的企图排除乃至破坏别人的优越感状态的激烈情感活动。生活当中就有一些人容易产生嫉妒心理，这些人的嫉妒心理产生的因素有很多，除了在遭遇挫折和冲突产生时嫉妒外，还有一些因素容易使人产生嫉妒心理。性格有缺陷的人容易产生嫉妒心理。具有偏执型人格的人处事敏感、多疑、主观、固执、心胸狭隘、报复心强，不接受现实。一旦自己的地位低于别人，就会想用想象来编织他人的缺点，捕风捉影、吹毛求疵，制造事端。这种人无论在何处都容易产生嫉妒。自我中心意识过强的人容易产生嫉妒心理。具有强烈自我为中心的人，把个人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
喜欢在各个方面超过别人，一旦自己的欲望得不到满足，就会产生对他人的嫉妒，以求得自己心理上的平衡。第三，在条件相同或者相似的人们之间容易产生嫉妒心理。嫉妒容易产生在彼此的生理属性，例如性别、年龄、容貌、健康状况等；心理属性，例如能力、性格等；和社会属性，文化程度、职务、社会地位、生活经历和所处的境遇等等，这些方面相同或者是相似的人们之间。还有就是特定的社会文化环境容易触发嫉妒心理。由于受儒家文化影响，中国人历来崇尚中庸之道，不患寡而患不均。一旦这样的状况被打破，自己处于劣势，就自然而然地出现心理失衡，产生嫉妒心理。心理调节，走出嫉妒的泥潭。自在生活，愉快工作，使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必须走出嫉妒的泥潭，学会超越自我，克服嫉妒心理。分享以下几点给各位。第一，自我宣泄。有时面对生活和事业上的巨大落差，或者是社会中种种不公正的现象，人们难免会出现一时的心理失衡和嫉妒。这时，要是实在无法化解，也可以适当的宣泄一下。第二，正确的评价竞争。现如今社会上的竞争无处不在，当看到别人在某些方面超过自己时，不要盯着别人的成绩怨恨，更不要企图把别人拉下马，而应该采取正当的策略和手段，在干字上狠下功夫。第三，正确评价成功。有了关于成功的正确的价值观，就能够在别人有成绩时给予肯定，而且虚心向对方学习，采取正确的比较方法，将人之长比己之短，发现不足，迎头赶上。第四，正确评价他人的成绩。嫉妒心往往是由于误解所产生的，即人家取得了成就，误以为是对自己的否定。第五，提高心理健康水平。心理健康的人总是胸怀宽广，做人做事光明磊落，心胸狭隘之人呢，才容易产生嫉妒。虚荣心是嫉妒产生的重要根源。虚荣心是一种扭曲了的自尊心，自尊心追求的是真实的荣誉，而虚荣心追求的是虚假的荣誉。第六，能客观评价自己。嫉妒是一种突出自我的表现，无论什么事情，首先考虑到的是自身的得失，因而引起了一系列的不良后果。所以当嫉妒心理萌发时，或是有一定的表现时，要能够积极主动地调整自己的意识和行动，从而控制自己的动机和感情。这就需要冷静地分析自己的想法和行为，同时客观地评价自己，找出一定的差距和问题。当认清了自己之后，再重新认识别人，自然也能够有所觉悟了。摆脱逃避的沼泽。逃避，我们来听案例故事，逃避只能导致失败。郭思和苗忠是同事，他们两个工作一直都很认真，也很努力，老板对他们都很满意。可是一件事情却改变了两个人的命运。有一次，郭思和苗忠一起把一件很贵重的古董送到码头，没想到送货车开到半路就坏了。因为公司里规定，如果不按时规定时间送到，他们要被扣除一部分的奖金。于是力气大的郭思背起古董一路小跑，终于在规定的时间赶到了码头。这时心存小算盘的苗忠想，如果客户看到我背着古董，把这件事情告诉老板，说不定会给我加薪啊。于是他就说，先把古董交给我，你去叫货主吧。当郭思把古董递给他时，他一下没接住，古董掉在地上成了碎片。他们都知道古董打碎了意味着什么，没了工作不说，可能还要背负沉重的债务。果然，老板对他们进行了十分严厉的批评。在他们等待处罚的过程中，苗忠避开郭思，一个人走到老板的办公室，对老板说，老板，不是我的错，是郭思一个人办事不小心给弄坏的。老板把郭思叫到办公室，郭思把事情的原委告诉了老板。最后他说，这件事情是我的失职，我愿意承担责任。另外，苗忠的家境不好，请求老板酌情考虑对他的处罚，我会尽全力来弥补我们所造成的损失的。接下来几天，他们就在等待处理的结果。
终于有一天，老板把他们叫到办公室，对他们说道：公司一直都对你们两个很器重，想从你们当中选择一个人担任客户部经理，没想到出了这样的一件事。不过也好，这会让我更加清楚哪一个人是合适的人选。我们决定请郭思担任公司的客户部经理，因为一个勇于承担责任的人是值得信任的。苗州，从明天开始你就不用来上班了。其实古董的主人已经看见你们两个接古董的动作了，他跟我说了他看见的事实，还有更重要的问题出现在你们两个人的反应。苗中推卸责任，最后落得一个失业的下场。不负责任决定了被淘汰的结果。灾难就是喜欢不敢承担责任的人，老板就是喜欢敢于承担责任的人。心理解惑，探索逃避的沼泽地。逃避心理是我们生活当中一种常见的心理特征，形成逃避心理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心理素质差，害怕失败，所以往往逃避责任。第二，懒惰，从小养成了四铁不穷的习惯，不愿意接受工作挑战。第三，从小就没有养成负责的习惯。心理调节，摆脱逃避的沼泽。有人说，人生最大的错误是逃避。的确，在成功的道路上，逃避是一个极大的障碍。心理学家认为，逃避是一种无法解决的问题的心理和没有勇气面对挑战的行为。在现实生活中，如果畏缩不前、战战兢兢，就永远看不到成功。面对竞争和压力，面对坎坷和困厄，有人选择逃避，有人选择了面对和征服。结果不言而喻，越是逃避，越是躲不开失败的命运，越是敢于迎头而上，越是能够品尝成功的甘甜。怎样做才能够克服逃避心理呢？首先要克服自己的胆怯心理。很多人逃避责任不是因为没有能力，而是因为他内心存在着怯懦的心理。因此要克服逃避心理，必须要先克服自己的怯懦心理。其次，告别懒惰。懒惰是逃避一大通病，任何懒惰的人都不会获得成功。再次呢，切实的负起责任来。一个逃避的人必须培养和树立责任心，才能有可能勇敢地承担责任，才能够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否则畏首畏尾，永远走不出黑暗。人心不足蛇吞象，贪婪。我们来听案例故事，别让贪婪毁了自己。有一个男人经过自己的艰苦努力，终于拥有了自己的事业和家庭，房子车子在他的生活当中样样齐全。而投身商海这么多年，没日没夜的奔波操劳的他，有一天感觉累了，疲倦了，看着渐渐发福的太太，由不得感叹说，太太，在这个社会上，我们也算是小富有余了。我想好好休整1年，然后去找一个简单的工作。他太太非常不满意的就说，作为男人要有远大志向，不能稍富即安，我们离真正的富翁还差太远了。太太的话像是针刺一般，又一次深深地扎进男人的心中。男人的尊严在那一刻机灵了一下，人活着究竟是为什么？就为那些花花绿绿的钞票，他头一次迷茫了。然而还没等他再展宏图，他却轰然倒下。莫名其妙的消瘦，胸部长时间的憋闷，让他不得不去医院检查。检查的结果让他头晕目眩，诊断书上清晰地写着2个字：肺癌。他差点跌落在椅子上，医生握着他的手安慰他说，慢慢调养，保持快乐的心情。回到家里，他感觉房子突然变小了，太太也变得陌生了，好像不认识了，整天一句话也不说，常常面对着窗外的小鸟发呆，自己再也飞不高了。什么创业人生，什么追求，此刻都失去了意义。终于有一天，他头也不回地走了，留给他妻子的只是一句留言：贪婪是滋生祸端的根源。他的妻子看到简短的几个字，没说一句话，只是泪流满面。心理解惑，为什么人心不足？
贪的本意是指爱财，婪的本意是指爱食。贪婪即贪得无厌，是一种过度膨胀的利己欲，它是一种病态心理。与正常的欲望相比，贪婪没有满足的时候，所得愈多，胃口就越大。贪婪并非遗传所致，它是个人在后天的社会环境当中受病态文化的影响，形成自私、攫取、不满足的价值观，人生观出现了不正常的行为的表现。一般而言，贪婪心理的形成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第一点，错误观念支配下的侥幸心理，认为社会是为自己而存在的，天下之物皆为自己拥有。这种人存在极端的个人主义思想，是永远不会满足的。他们会得陇望蜀，有了票子想房子，有了房子想位子，永不休止。第二，行为的强化作用，有贪婪之心的人初次伸出黑手，多有恐惧惧怕的心理，一怕引起公愤，二是怕被捉。一旦得手，喜上心头，屡屡尝到甜头，胆子就越来越大。每一次侥幸过关都是一次条件刺激，会不断的强化他们贪婪的心理。三，攀比心理，有些人原本也是清白之人，但是看到原本与自己境况差不多的同学、同事、战友、邻居、朋友、亲戚、下属、小辈，甚至是原来那些比自己条件还差得多的人，他们都发了财，心里不平衡了，觉得自己活得太冤枉，由此也学着伸出了贪婪的双手。四，补偿心理，有些人原本家境贫寒，或者生活当中有一段坎坷的经历，觉得社会对自己不公平，一旦其地位身份上升，就会利用手中权力索取不义之财，以补偿以往的损失。五，盲从心理，有些人认为现在大家都在捞，你捞我也捞嘛，吃回扣，不给好处不办事的现象越来越普遍，捞了也没事，查到了也不过是那么几个，大家都这样，老实人就会吃亏啊，形成了捞了也白捞的心理。第六，功利心理，一些人把市场经济看成是金钱社会，拜金主义成为他们的信条。一些人有失落感，认为今天这个样，明天变个样，不知道将来怎么样。一些人滋长了占有欲，把市场等价交换原则引入到教学活动中，有权不用，过期作废，从而引发了种种以权谋私、权钱交易。七，虚荣心理，有一些人由于自己的地位变了，权力大了，讨好的人多了，就开始变得飘飘然。他们失足犯罪，往往不是金钱所惑，而是被胜利冲昏了头脑，自我膨胀，被见风使舵之人利用，牵着鼻子团团转，混淆是非，放弃原则，经受不住权力和地位的考验。心理调节，贪婪的心理调节。贪婪并非是遗传所致，是我们个人在后天的社会环境当中受到病态文化的影响，形成了自私不满的社会观，出现了不正常的心理状态。如果想要改正，是可以做到的。分享具体方法。第一，20问法，这是一种自我反思法，自己在纸上连续写20个我喜欢，等全部写下之后，再逐一分析哪些是合理的欲望，哪些是超出能力的过分欲望，这样就可以明确贪婪的对象和范围，最后对造成贪婪心理的原因与危害做较深层次的分析。例如，有一个人在纸上连续写下我喜欢钱，我喜欢很多钱，我喜欢自己是一个有钱人，我喜欢有很多财富，我喜欢过有钱人的生活。写完之后要思考一下，自己对钱是否有一些过分的欲望，为什么许多举动都和钱有关呢？接着往下想，人的生活离不开钱，但这钱应来的正，不能是取不义之财，不能是取不义之财。钱是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走，贪婪之心最终会阻碍自己的发展。然后分析自己是否有攀比、补偿、侥幸的心理呢？是不是缺乏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呢？第二，一个人对于生活的期望不能过高。虽然谁都会有一些需求和欲望，但这要与本人的能力以及社会条件相符合。每个人的生活有欢乐也有缺失，不能攀比。
俗话说，人比人气死人，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心理调试的最好办法就是做到知足常乐，知足便不会有非分之想，常乐就能够保持心理平衡了。第三，格言自警法，利用格言警句时刻的提醒自己，约束自己，不要过于贪婪。攀比，首先来听案例故事，都是攀比惹的祸。某机关的公务员小梁过着安分守己的平静生活。有一天，他接到一位高中同学的聚会电话，10多年没见了，小梁带着重逢的喜悦前往赴会。昔日的老同学经商有道，住着豪宅，开着名车，一副成功者的派头。小梁呢，重返机关上班，好像是变了一个人，整天唉声叹气，逢人便诉说心中的烦恼。他说，这小子考试老不及格，凭什么这么有钱？听到他说如此之话的同事对他说道，我们的薪水虽然无法和富豪相比，但不也够花吗？小梁的心疼地跳了起来，够花？我的薪水攒一辈子都买不起一辆奔驰车。我们是坐办公室的，有钱也犯不着开车。小梁的同事还是开导着小梁，但小梁却终日郁郁寡欢，后来得了重病，卧床不起。心理解惑，攀比的心理成因。生活的差别无处不在，于是人们在差别当中情不自禁地产生了攀比的心理，而盲目攀比却让人们习惯性地将自己所做的贡献和所得的报酬与别人进行比较。如果这两者之间的比值大致相等，那么彼此就会有公平感。如果某一方的所得大于另一方，那么另一方就会产生心理失衡。某一些政府官员看到与自己同等级别的其他官员用车比自己高级，住房比自己宽敞，自己甚至还不如某些级别和职务低的人，心里就会感到很不平衡，于是换车建房也就不足为奇。其原因主要是心理的诱惑导致的。攀比心理的成因主要有以下几点。首先，第一点，社会环境中不良因素的负面影响。社会中大多数人纸醉金迷，放任自我，出入不正当场所，一掷千金。有的人为官不廉不洁，贪欲之心天地痛恶，拜金主义成为时代主潮，个体在此时很容易产生攀比心理。第二，个人虚荣心作祟。个体虚荣心使人产生不满足的心理，不满足就会产生攀比，因此虚荣心使人产生攀比心理的根源。三，个人自卑心理。自卑心理使得一个人努力要证明自己，对自己的实力及地位等不自信，容易产生攀比心理。心理调节，克服攀比的秘诀。攀比使得一部分人心里自始至终都处于一种极度不安的焦躁、矛盾、激愤之中，使他们牢骚满腹，不思进取。工作中得过且过，和尚撞钟，心思不专，更有甚者会铤而走险，玩火烧身，走上危险的钢丝绳。因此，我们必须要走出攀比的心理误区。走出攀比的心理误区，需要各位注意以下几点。第一，要会比较。攀比心理源于比较方式的不当，源于比较参照系的选择失误。腐败的地方官员和教师，他们所选择的比较参照系自然是那些风流倜傥的有钱人，自认为能力才华不比他们差，而收获却比他们少，这是多么的不公平啊！其实只要我们多想一些那些普通的劳动者，我们的心里又何尝会有这么多的焦灼、失落，甚至是愤愤不平呢？面对众多的普通人，我们的心灵必然会多一份平静豁达，甚至多一份愧疚，还有什么不平衡可言呢？第二，心底无私。攀比心理导致创伤，而心底无私则是治愈攀比心理的良药。在当今社会种种诱惑，特别是金钱美色的诱惑面前，一些人目眩头晕，忘记了做人最起码的标准和人之所以为人的基本守则，在追求心理平衡的过程中，向腐败堕落的目标迈进。在他们身上缺乏一种神圣的信念、奋斗的理想，缺少的是一种世界观、人生观的持续刻苦的改进。
不能够自重、自省、自警、自立，不能够达到一种高尚人格的修炼。3. 倾诉，也叫发泄法，即将自己的心理痛苦向他人倾诉。倾诉法是近年来医学心理比较倡导的一种治疗心理失衡的方法。受挫之后，如果把失望、焦虑的情绪封锁在心里，那就会凝聚成一种失控力，它可能摧毁机体的正常机能，导致体内毒素滋生。适度的倾诉可以将失控力随着语言的倾诉逐步的转化出去。倾诉作为一种健康防卫，既无副作用，效果也较好。如果倾诉对象具有较高的学识、修养和实践经验，那将会给失衡者的心理适当的抚慰，鼓起奋进的勇气。受挫的人在一番交谈之后会轻松快乐许多。4. 目标法，攀比干扰了自己原有的生活，打乱了自己原有的目标，重新寻找一个方向，树立一个新的目标，这就是目标法。目标的确立需要分析思考，这是一个将消极心理转向理智思索的过程。目标一旦确立，犹如心中点亮了一盏明灯，人就会生出调节和支配自己新行动的信念和意志力，去努力进行达到目标的行动。目标的确立标志着人们已经开始了下一步争取新的成功的历程。目标法既可以抑制、阻止人们不符合目标的心理和行动，又可以激发和推动我们去从事达到目标所需的行动，从而鼓起我们迎头赶上的勇气。走出猜疑的迷阵，猜疑。来听案例故事，妻子的猜疑。刘明是一家公司的业务经理，年轻英俊潇洒，搞公关很有办法，办事能力强，公司经常派他出差在外，这使得其妻颇费心机，生怕帅气的老公在外面被别的女人给勾引去了。于是妻子对他采取了以下的防范措施。一方面，每当照耀出差时，出差前总是主动示爱。其一呢，表达真切的爱意，用情付出刘明。二呢，是想在出门前把刘明喂饱，以防他一心血来潮行为出轨。另一方面，每当刘明出差返回时，更是热情的伺候，常常迫不及待地与刘明及时的情意绵绵一番。其一呢，是小别胜新婚，情趣使然；二呢，是检查丈夫在外是否有负于她。尽管这些办法并不科学，而只是自己的一种感觉。如果刘明归来表现不好，她的心里就直犯嘀咕，丈夫在外面是不是有外遇了？有一次因误了车次，刘明归来已经半夜时分，连夜的旅途奔波实在太累了，简单洗漱之后就想休息，可是妻子还要履行她的做爱检查程序。刘明无意扫了妻子的兴，便强打精神勉强做爱，显然精力不济，导致最终失败。朝气不悦，长期隐匿在心头的猜疑顿时变成了怒火，喷薄而出。见妻子一点都不体贴人，竟怀疑自己有外遇，想到自己辛辛苦苦在外面奔波，还不是为了这个家，刘明顿时也火冒三丈。片刻之间，两人你来我往，唇枪舌战，大吵了一番。事后两人陷入冷战，长时间冷眼相对，家庭的温馨荡然无存。刘明的差还是要出的，可是一切都变了，婚姻大厦眼看岌岌可危。作为妻子，应该信任自己的丈夫，相信丈夫的道德，这也是自信心的具体体现。如果对于丈夫的行为无端的猜疑，那只会对其产生无端刺激和伤害，从而造成夫妻之间的隔阂。可见无端的疑神疑鬼是有极大害处的。心理解惑，猜疑的心理成因。猜疑心理是一种狭隘的、片面的、缺乏根据的盲目想象。陷入到猜疑误区的人是活得很累的。如果猜疑发生在朋友之间，会破坏纯真的友谊；发生在恋人之间，会妨碍情感的发展；发生在同事之间呢，会影响正常工作。经过心理学家调查研究发现，猜疑的心理成因大概有以下几点。第一，作茧自缚的封闭思路。猜疑一般总是从某一假想目标开始，最后又回到了假想目标，就像是一个圆圈，越画越粗，越画越圆。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疑人偷斧的寓言。
就是说一个人丢失了斧头，怀疑是邻居的儿子偷的。从这个假想目标出发，他观察邻居的儿子言谈举止，神色一探，那无一不是偷斧子的样子。思索的结果是进一步巩固和强化了原先的假想目标。他断定了贼非林子莫属。可是不久，他在山谷里找到斧头，再看那邻居的儿子，竟然一点都不像偷斧者。现实生活当中，猜疑心理的产生和发展几乎都同这种封闭性思路主宰了正常思维密切相关。第二，对环境、他人、对自己的缺乏信任。古人云：常相知，不相疑；反之，不相知，必定常相疑。不过，他信的缺乏，往往又同自信的不足相联系。疑神疑鬼之人，看似疑别人，实际上也是对自己有所怀疑，至少是信心不足。有些人在某些方面自知认为不如别人，因而总是以为别人在议论自己，看不起自己，算计自己。一个人自信越足，越容易信任别人，越不容易产生猜疑心理。三，对交往挫折的自我防卫。有些人以前由于轻信别人，在交往过程当中受过骗，蒙受过巨大的精神损失和感情挫折，结果万念俱灰，不再相信任何人。心理调节，把猜疑抛到脑后。人群中生性多疑，经常对人抱有防范之心的秘密主义者，为数实在不少。他们认为，一旦别人盗取了自己的思想并加以评判，那就会和自己对抗，或者在工作当中加害于自己。也就是说，他们对于别人总是抱着戒备、恐惧的心理，所以他们从来不敢相信别人，也不愿意别人分享某些积极的成果，更不敢委任别人担当重任，凡事都要自己控制，这样他们才会放心。其实这样的人是心地简单、头脑僵化的孤独者，无端猜疑和防范别人的结果，必将使自己失去支持和帮助，这也就等于自己堵住了自己前进的道路。那么在人际交往当中，应该如何消除猜疑心理呢？第一，优化个人的心理素质，拓宽胸怀，增大对于别人的信任度，排除不良心理。第二，摆脱错误思维方法的束缚。猜疑一般总是从某一假想目标开始，然后又回到假想目标。只要摆脱了错误思维的束缚，走出先入为主的死胡同，才能够促使猜疑之心在得不到自我印证和不能够自圆其说的情况之下自行消失。第三，敞开心扉，增加心灵的透明度。猜疑往往是心灵闭锁者人为设置的心灵障碍，只有敞开心扉，将心灵深处的猜疑和疑虑公之于众，增加心灵透明度，才能够求得彼此之间的了解与沟通，增加相互信任，消除隔阂，获得最大限度的谅解。第四，无视长舌人传播的流言。猜疑之火往往在长舌人的煽动之下才越烧越旺，致使人失去理智，酿成恶果。因此当听到流言时，千万要冷静，谨防上当受骗。第三章，卸下创伤与成瘾，找回本真的自己。爱情离去之后的哀思，失恋。首先来听案例故事，失恋的何勇。失恋的软件程序师何勇看上去很忧郁，他说现在的气色已经好很多了，20多天前要可怕得多。对于失去感情经历，他仍然回忆细节。一见到他，我就觉得他是我一直在寻找的人。我一直小心翼翼地试探他的感觉。有一天，他给了我肯定的暗示，在我的抽屉里放了一些零食，并留了一句话：每小时吃一个，每小时想起我。他把一包纸巾都喷了他常用的香水带在我身边。就在我幸福地以为全世界只有我们2个人时，他告诉我她有一个交往时间很长的男朋友，并且同居在一起。她的男朋友发现了我的存在，从老家把她的父母接过来，催她马上结婚。在女友走后的第2天，何勇申请出差，在飞机上他计划了自杀的细节。我失恋的事从来没有跟家人提过，但是母亲的可能有所察觉。那天晚上家里不停地给我打电话，
母亲说等我回去给她过生日，嘱咐我多穿衣服，注意安全。母亲的电话挫败了我自杀的决心。出差的5天里，我一直在理智和情感中徘徊，但是母亲每天都打来电话，把我从痛苦中拉了出来。心理解惑，失恋者心理探究。失恋是每个人的人生当中都会经历的事情，失恋会导致各种各样的心理失衡状态。现如今，多数的失恋者能够逐渐正确地对待失恋了，然而有一些失恋者出现失控和反常的心理反应，尤其是一些青年人。心理医生认为，失恋之后会产生3种不良的心理问题。第一，自卑心理，感到羞愧难当，陷入到自卑、心灰意冷之中，有的人甚至因此而走上绝路。其实失恋是恋爱生活当中的正常现象，并不是一种错误，因此不存在什么失面子的问题。第二，报复心理，有的失恋者失去理智，产生报复心理，结果可能造成毁灭性的结局，特别是由于一方不道德而导致的失恋，更容易出现报复心理。其实如果对方人格低下，你应该为相别而庆幸，切不可降低自己的人格，以图一时的泄愤。3. 渺茫心理，有的人把恋爱看得至高无上，一旦失恋，事业前途也不顾了。渺茫焦虑不但于事无补，反而可能会使你们在恋爱问题上更加草率。心理调节，如何疏导失恋心理？通常情况之下，人的理智可以战胜情感。失恋状态引起的心理激动，同样可以纳入到理智的健康轨道来。失恋原因不同，引起的心理波动以及程度都不一样。心理学家认为，人的情感波动是同外界刺激成正比的，刺激强度越大，情感波动也越大。一对时有争吵的恋人，彼此分手留下了心理痛苦，显然远不如一对卿卿我我的恋人严重。越是缺乏思考准备的失恋，消除感情激动所需要做出的努力也就越大。下面呢，我们介绍几种疏导失恋所造成的痛苦心理的方法。1. 抒放法，找亲人或者知心好友倾诉你心中的烦恼、怨恨和不欢，想必他们也会对你开导一番。如果无适合的对象，也可以振笔飞书，让多余的情感在你的笔端发泄，甚至可以关门痛哭一场，这样也有助于消除失恋带来的心理压力，及时的恢复心理平衡。当然，抒放要有度，无休止的唠叨反而会沉溺于消极的情绪之中。移情法，主动置身于欢乐开阔的环境，有意识地潜行于自己感兴趣的事情中，用新的乐趣来冲淡抵消旧的郁闷。失恋后不妨去旅游，俊伟的山川、广袤的原野都会使你大开眼界。世界是如此的宏大，生活也如此多彩，自己的痛苦不过是沧海一粟。旅游归来，也许你就会有以新的热情迎接新的生活。3. 遗忘法，有句名言，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诚然，人是有记忆的，然而记忆什么，回忆什么，却是可以选择的。有一些失恋者喜欢回忆失恋前的欢乐生活，结果越是回忆越是痛苦。过去的欢乐就让它随痛苦一起遗忘，新的生活需要我们加紧跋涉。4. 补偿法，把自己的精力投放到新的工作当中，比如写作或者其他一些有意义的工作，获得成就感，从而在心理上有一种补偿的感觉。不要沉溺于过眼云烟。网恋，首先来听案例故事。虚幻的网恋。有一天一中年妇女带着一位眉清目秀的姑娘走进诊室。该姑娘理着平头，眉宇之间流露出些许男人的气概。其母代述，她女儿心理不正常，有很多不切实际的想法和念头，希望医生拯救她的女儿。这个姑娘一点也不害羞，更不尴尬，侃侃而谈，坦坦荡荡地讲起她的网恋故事。1年多以前，她以男子角色出现在网上聊天室，结识了一个16岁的姑娘，两人一见如故，如鱼得水，聊得很投机，很快就投入感情，双方相互爱慕，卿卿我我，情投意合，爱得死去活来的。
两个人暗地里私定终身，一个非他不嫁，另一个非他莫娶。在疯狂的网络当中，他充分体验到做男人的乐趣。2周前突然削发平头，穿起了男性服装，是要与该女孩结婚，准备筹钱到北京的某专家去做变性手术。他母亲发现之后大惊，致电该女孩戳穿她的女扮男装的骗局。该女孩听后吓得半天说不出话来，表示立刻要与他断绝关系，扬言如果要再遭到骚扰就立刻报警。他对于那女孩的反应表示理解，也深知无法挽回，但仍对做男人主意已决，坚决要做变性手术。该姑娘在上初中时就对女性有好感，觉得女性对她更有吸引力，喜欢和女孩在一起，喜欢和女孩同睡一张床，搂着对方的腰睡得很舒服，并且并无明显的性兴奋，也无性爱行为，自称从来没有对男人动过芳心。医生这天接待了一个来访者，他自称工作已经3年了，却一直都没有谈过恋爱。他每天去市中心一座挺拔的大厦上班，同一部电梯中上上下下的全是领带笔挺、头发光溜的有为青年。每年总有几位这样的有为青年在他的身边滑倒，然而他只有抱歉。没料到这个春天他自己也滑倒了。本来他在上网只是查查资料和逛逛时尚站点，但有一天他进入到聊天室，结果碰到了一个叫做扯扯的家伙。扯扯到底是何方神圣谁也不知道，但从此之后他陷入了爱河，身似浮云，心如飞絮，气若游丝。每天恍恍惚惚的，除了上班上床睡觉就是上网，甚至上班时也不时抽个空去看看扯扯在不在。终于把老板的好几笔生意给耽误了。要知道现在的老板可不是闹着玩的。医生对他说，既然这样了，为什么不把扯扯约出来见个面呢？他哭丧着说，可我连他是圆的扁的都不知道，万一是一个糟老头该怎么好？心理解惑，网恋的心理透析。随着网络的不断发展，它正在悄悄而坚决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网恋者大概有以下几种心理：一、超越心理。现实生活中的爱情往往带有许多功利主义的色彩，或者受传统观念的束缚。许多理想主义者幻想在网络上能够拥有一切的纯真爱情。带有此类心态的人往往容易在网络上坠入爱河，不能自拔。二、超脱心理。现实生活当中，爱情往往不可避免地与婚姻联系起来，这大大限制了人们对于感情、美好生活的向往。而在网上可以对爱的死去活来，但不必非得娶或者是嫁给对方。三、游戏心理。有些人只是想在网络上体验一下交友的感觉，他们既无异于真诚的爱一个人，也无异于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他们追求的只是一种感觉。带有此类心态的人往往比较潇洒，不必担心被爱情这把双刃剑刺伤。四、实用心理。由于网络具有影响广、时效快、手续简单这样的特点，很多有意寻找终身伴侣的人把网络作为一种手段，或者说是作为一种实用工具。带有此类心态的人往往会主动挑明自己的条件和要求，因为他们不想浪费时间。五、恶作剧心理。有一些人以在网络上勾引异性为快感，当他们成功地勾引到一个异性，使对方爱上自己，就悄悄退出，对方越是痴情，他们越是有快感。心理调节，勇敢追求你的真爱。网恋目前已经成为了一种社会现象，如何对于沉溺于网恋的行为进行有效的心理调节呢？首先应该对网络有一个清醒的认识。请注意，戒网消愁，愁更愁。理由之一是，当你几个小时下网时，问题仍然在那，逃得过初一，逃不过15。理由之二，你的上网行为在你不知不觉之中已经得到了强化。上网，注意力从现实当中转移，忘记生活烦恼，不需要几次，你就会如同巴甫洛夫的狗一样，记住铃声会带来食物，记住上网能够带来忘忧。以后你一听到网络的声音，就会兴奋不已。其次，网恋之前需要先定目标，不能抱着虚幻的目的，
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只求曾经拥有，不求天长地久，这样只能伤害自己。再次呢，在生活当中不断的进行自我心理调节，多参加集体活动，多与人交往，争取在现实当中找到真爱。独立才能成就大美。依赖症。首先来听案例故事，走不出父亲影子的席某。席某是某工科大学毕业生，从事计算工作。席某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父母均为大学教授。席某在家排行老二，上面有一个姐姐，已婚不在家。因为是老小，席某自小受到父亲的宠爱，在家什么事情都由父亲替他干，很少自己独立做自己的事情。上小学时，因为害怕路上有危险，都由父亲陪伴上学。周末想出去玩，也是常由父亲带着。由于这种长期的习惯，就是上了大学之后，席某也很少在学校与同学们来往。不用说，很少他与男同学交往过了。每天放学就回家，在家处处事事都由父亲决定或者是代替办理。虽然父母都在大学教书，但性格上，父亲较母亲精明强干，做事有主见，处理问题能力强，因此父亲在家庭中占主导地位。席某自小就很敬佩父亲，而且事事都依赖父亲，并以此为乐。在家庭中，父亲极注重孩子的思想教育，与孩子经常沟通思想，帮助孩子处理或者决定事情，因此孩子有问题或者困难都爱找父亲帮忙。在心目当中也要较尊重父亲。无形当中，女儿跟母亲就缺乏亲近，很少与母亲谈女人的悄悄事。由于席某年纪已经不小了，经朋友好意介绍，席某开始与男友相识。该男友与席某同岁，已经获得硕士学位，智力较高，是高材生。照一般情况来说，该算是很好的异性对象了。但席某却觉得该男友对于社会经验少，显得不够老练和成熟，尤其是与自己的父亲相比，更显得社会能力差，不够理想。席某认为，理想的男人不仅需要智力超群，而且社会能力要像父亲一样能干。可是席某内心又很矛盾，这次是头一次交男友，看男友跟他蛮有意思的，总要他出去，总想跟他亲近，结果让他觉得心慌，不知道该如何去应对。一方面脑子里想这个男友不够理想，但想到自己年纪不小了，女人长大该出嫁，不能太挑剔。但最糟糕的是，自己慢慢喜欢上了这个男友，但又担心将来失去能干的父亲，事情就要自立处理了，那该怎么办呢？有件事情要提，是当席某从小学升入初中时，大约13岁时，因父亲已经不能陪他上学，席某有所反应，曾一度发生情绪上的毛病，患了抑郁症。当时看了精神科医师，并经父亲的细心照顾以后，短期内就好转了。但这次席某又开始焦虑，怕万一有一天自己又生病，照顾不了自己，而将来的丈夫又不能干，不会细心的照顾她，那又该怎么办呢？总之由于这些一连串的心理烦恼，让席某脑子里觉得乱，也恐慌紧张，不知所措，唯恐自己会发疯起来。心理解惑：依赖症到底依赖的是什么？很明显席某是由于从小依赖而且爱慕父亲，缺乏独立自主的性格，一旦遇到与父亲疏远的情况，就产生心理恐慌的反应，说明他的人格是一种依赖型人格。依赖型人格源于人类发展的早期，幼年时期的儿童离开父母就不能生存，在儿童的印象中，保护他、养育他、满足他一切的需要的父母是万能的，他必须要依赖他们，总是害怕失去这位保护神。这时如果父母过分的溺爱，鼓励子女依赖父母，不让他们有长大和自立的机会，以致久而久之，在子女的心目当中，就会逐渐产生对于父母或者是权威的依赖心理。成年之后，他们依然不能自主，缺乏自信心，总是依靠别人来做决定，终身不能够负担起选择各项任务、工作的责任，形成了依赖型人格。心理调节：告别依赖，走向自立。要治疗依赖型人格，心理医师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出招。第一招，要充分地认识到依赖心理的危害，要纠正平时养成的习惯，提高自己的动手能力，多向独立性强的同学学习，
不要什么事情都指望别人，遇到问题要做出属于自己的选择和判断，加强自主性和创造性，学会独立的思考问题，独立的人格要求有独立的思维能力。第二招，要在生活当中树立行动的勇气，恢复自信心。自己能做的事情一定要自己做，自己没做过的事情要锻炼的做，正确的评价自己。第三招，丰富自己的生活内容，培养独立的生活能力。在学校中主动的要求担任一些班级工作，以增强主人翁的意识，使我们有机会去面对问题，能够独立的拿主意想办法，增强自己的独立的信心。在家里呢，自己该干的事情要自己干，例如穿衣洗碗打扫卫生，不要什么都推给爸妈，做一个小地主。在学校除了学习好之外，要多参加集体活动，学会去帮助别人。第四招，多向独立性强的人学习，多与独立性较强的同学交往，观察他们是如何独立处理自己的一些问题的，向他们来学习。周围良好的榜样作用可以激发我们的独立意识，改掉依赖这一不良性格。你的身体不会随意叛乱，疑病症。首先来听案例故事。害怕生病的李凯。李凯是一位年轻的经理，他有一个美满的家庭，一份薪水挺高的工作，在他面前是一条阳光大道，可是他的情绪却很低落。他认为自己的身体有病，觉得自己快要死了，他甚至为家人写好了遗书。实际上李凯只是偶尔的感到呼吸有些不畅，心跳较快，医生让他暂时放下工作，在家休息。李凯在家里休息了一段时间，但是由于恐惧，他的心里仍不安宁，他的呼吸变得更加急促，心跳得更快，喉咙仍然是梗塞。这时的医生叫他来海边去度假。海边虽然有清新的空气，壮丽的高山，但仍阻止不了他的恐惧感。1周之后，他回到家里，他觉得死神很快就要降临了。李凯的妻子看到他的样子，将他送到了一所很有名的医院进行全面的检查。医生告诉他说，你的症结是吸入了过多的氧气。他立刻笑起来说，我怎样对付这样的情况呢？医生说，当你感到呼吸困难，心跳加快时，你可以像一个纸袋呼气，暂时的屏住呼吸。医生给了他一个纸袋，他就遵照医嘱来行事，结果他的心跳和呼吸都变得正常了，喉咙也不再梗塞。他离开这个诊所时，像是变成了一个非常愉快的人。此后每当他的病症发生时，就屏住呼吸一会儿，使身体正常发挥功能。几个月之后，他不再恐惧，症状也随之消失了。自此之后，他再也没有找医生看过病。心理解惑，疑病症的心理症结。李凯身体上的病倒不要紧，心理的病却必须医治才行，因为他患上了一种叫做疑病症的心理疾病。疑病症主要的特征是对于自身健康状况或者是身体的某一部分功能过分的关注，怀疑自己患上了某种躯体或者是精神疾病，但与实际健康状况不符。医生对于疾病的解释或者是客观检查，常不足以消除患者的固有成见。病人整个精神对于疾病的疑虑和恐惧所占据着。临床症状的内容是疑病症烦恼，例如对健康过分关注，感觉敏感，疑病观念。疑病症是由中枢神经系统机能失调，其特征是整日考虑自己的身体状况，病态的害怕自己罹患严重的疾病，其病因与自己的性格有关。临床表现有，患者会诉说身体很多部位的症状，最常见的部位是腹部、内腔、胸部、头部以及颈部，例如消化不良、腹部胀满、便秘腹泻、胸闷心悸、呼吸不畅、尿液贫瘠、月经不调、阳痿早泄等。有一些患者表现为过分的关注于身体的某些变化，加上对于疾病的认识不足，便产生了各种的疑病思维，例如怀疑得了心脏病、脑癌、胃癌等等，因此而焦虑紧张，到处的寻医问药，要求做一些不必要的检查或者治疗。甚至有一些患者在诉说病症的部位、性质以及发作时间等方面均有详细精确的描述，但在相关的检查当中并无异常发现。
疑病症患者，男性多具有强迫性人格，女性呢则与癔症个性有关。个性敏感、多疑、主观、固执，以自我为中心、自怜和孤独者多见。本病在有过度的执拗、要求过度精确、过分坚持以及无力性的人格当中较常见。半数病人发病前有诱因，如重大生活刺激事件、躯体疾病之后、自我暗示和条件联想，尤其是不当的过多检查和解释性的医源性暗示的影响，在疾病的发生发展中都起着重大作用。心理调节，怀疑是健康的死敌。接下来呢，分享健康7招。第1招，保持乐观。俗话说，笑一笑10年少。乐观的情绪不仅能够让你显示青春活力，还将有助于你增强机体的免疫力，免受疾病的侵扰。第2，坦然面对现实。在快节奏的都市生活当中，人们都面临种种的压力，勇敢地面对现实，把压力当作是一种挑战，将更有利于我们的人的身心健康。3，宽容平和。怀有怨恨心理的人情绪波动较大，不是整天的抱怨，就是后悔，不是对人怀有敌意，就是自暴自弃，这样很容易患心理障碍。所以平时应该学会抛弃怨恨，要谅解别人，更要原谅自己。4，热爱生活。当一个人患病时，热爱生活的人会多听取医生的意见，积极配合治疗，并且能够消除紧张的情绪。5，富有幽默感。有人说，幽默是特效紧张消除法，是健康人格的重要标志。6，选择正确的方式发泄情绪。不善于用语言来表达自己的忧伤或者是难过等情绪的人，容易患病。而压抑愤怒对于机体也同样是有害的，更不能够用酗酒、纵欲这些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来逃避现实。伤心的人痛哭一场，或者与知心朋友谈谈心，又或者参加剧烈的体育运动之后，常常会感到心情舒畅，这些就是宣泄情感的意义。7，拥有爱心。拥有爱心不仅会使世界变得更加美好，而且会更加有助于自己的身心健康。乐于助人还可以使你广交朋友，这不仅是我们人生的一大乐事，还会使人更加长寿。人不需要吞云吐雾。烟瘾。首先来听案例故事，一个年少吸烟者的心语。孙涛是某校高3的学生，是同学中著名的烟鬼。孙涛曾自己说，我挺喜欢吸烟的，我觉得烟这个东西挺适合我，虽然我年龄不大，但各种好烟我都尝过，这方面的经历我不比任何人差。现在进入高3，我越发感到我离不开烟了，有时候学习到深夜非要抽上一根烟才可以提神，平时上课时当觉得有一点疲劳，也会偷偷的向老师请假上厕所，实际上是出去过烟瘾。有时我很想戒掉烟，原因也很简单，父亲最近下岗了，家里的经济有点困难，给我的零花钱就少，好烟自然抽不起。在我周围的同学当中也有不少的老烟鬼，大家课间聚在学校的一角，就会轮着发烟。每当我发誓要开始戒烟时，这些人都3番4次的劝我，最后我挡不住别人3言2语的诱劝，重新又开始抽烟。父母对我抽烟早有耳闻，也不想拿我怎么样，只不过内心里我很想以新的形象表现给父母看，只是我也不能肯定什么时候我才会戒烟成功。心理解惑，烟瘾的心理黑洞。日常生活当中，像是孙涛这样的烟民随处可见，他们把烟当成了自己生命的一部分，他们需要烟的力量来振奋自己的情绪。有一些嗜烟成瘾的人一时也离不开香烟，而一些正处于花季的少男少女也盲目的抽烟来显示自己的成熟与潇洒。当然，男女吸烟的心理也存在着差异。来自美国加州大学的戴尔菲诺和贾莫纳通过研究发现，男性吸烟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吸烟来去除不良的情绪。例如，很多人希望通过烟草来控制自己的紧张、焦虑，不少人在自己的情绪低落、悲伤时，吸烟量会增加。也有一些人通过吸烟来解除疲劳、集中注意力。相反，女性吸烟则较少的出于上述动机，
他们之所以吸烟，更多的是希望通过吸烟来表示自己独立，与男性平等、新潮，或者是希望通过吸烟来减轻体重。食烟者吸烟的数量会不断的增加，由一天几支到一天几包，有甚者是坐在那儿抽烟，可以不熄火，一支接着一支不间断的抽。吸烟成瘾的人一旦不吸烟，就会产生消极的反应，例如打瞌睡、打哈欠、流眼泪、心情郁闷、坐立不安。食烟者一般都具有好交往、合群、喜欢冒险、行事轻率、冲动、易发脾气、情绪控制力差这些的个性特征。调查显示，有 71% 的食烟者同时还伴有其他的嗜好，例如饮浓茶、喝酒、喝咖啡等。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调查，在工业发达的国家当中，有1/4的癌症都是由吸烟引起。有人做过统计，在65岁以下的死亡者当中，死于癌症者吸烟的占到 90%， 死于支气管炎的吸烟者占到 75%， 死于心肌梗死者吸烟的占到 25%。 一人吸烟，全家都睡不好。烟草当中含有4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已经有50多种成分被证明可以导致吸烟者患上癌症。然而，瑞典科学家最新的研究显示，吸烟者呼出的烟雾当中含有大量的能够导致哮喘和支气管炎的内毒素，这种物质会严重的影响被动吸烟者的呼吸系统健康。母亲吸烟影响后代，在美国，有超过 20% 的新生儿父母被自己家里的夜哭郎困扰。一直以来，医学上对于这种夜里哭闹的现象没有什么确切的解释。此前的研究已经证明，母亲在怀孕期间吸烟会增加产生低体重儿、婴儿猝死以及婴儿呼吸道疾病的概率。心理调节，别再吞云吐雾。因为吸烟有害，许多吸烟者都产生了戒烟的意图和采取了戒烟的行动。然而，驱走烟瘾、戒除烟瘾谈何容易呢？吸烟容易，戒烟难。很多尝试过戒烟的人都可能会有这样的想法，不是我不想戒，只是戒烟会让我很难受。于是一次次的断奶，一次次的又捡起来。其实这很正常，这也并不意味着失败。专家说，许多人往往需要几次之后才会戒烟成功。戒烟者在一些心理调节上用一些方法，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第一，心理暗示法，坚持一整天不吸烟，每天清晨反复地告诫自己，我一定能够做到。二，逃避法，把勾起吸烟欲望的东西拿走，不备烟缸、火柴这些能够勾起欲望的物件。喝酒使人的意志力、自制力降低，更容易反复，所以尽量的减少与酒友聚会，远离吸烟的场所和人群。三，行为转移法，每天饮用大量的水或者果汁，至少6至8杯，避免咖啡、可乐以及其他含有咖啡因的刺激性的饮品。保持双手忙碌，以往每天手和嘴会有很多次重复吸烟的动作，戒烟之后或许一下子改不了这个习惯性的动作，可以选择一些替代品来帮助改变这些习惯，例如用口香糖、牙签等针对嘴上的习惯，铅笔、勺子、咖啡搅拌棒这些可以针对手上的习惯，还可以把一些低热量的小食品、水果、蔬菜、玉米、无糖的口香糖等这些放在随手可以取到的地方，有助于控制烟瘾，并且维持良好的体重。四，借助外援法，邀请家人和朋友一起加入到戒烟的队伍，相互鼓励，经常交流成功的心得。五，监督法，家人朋友的支持对于想要戒烟者来说必不可少，可以将自己戒烟的信息广而告之，让亲友帮忙监督，约束自己。戒酒消愁，愁更愁。酒瘾。我们首先来分享案例故事，被酒精缠住的马长顺。电工班班长马长顺50多岁了，酒瘾特别大，每天必须喝，而且逢喝必醉。马长顺24岁丧妻，膝下无子女，不知道什么原因，他一直都没有再娶。有人好奇的就问他，他什么都不说。人们再想问他，他扭头就走。人们都说他是一个怪人。
马长胜喝酒有个习惯，他自己可以在值班期间狂喝海饮，但他绝不让他的手下7个小电工沾一滴酒。只看到他们谁偷喝酒，他不仅严厉的呵斥，而且还责令其回家写检讨。手下的人为此深感不解。有一天晚上，正值电工小陆值班，当他路过马长胜办公室时，看到喝着酒嘴里还在不停念叨着什么的班长，好奇心的驱使之下，小陆走进了他的办公室。小陆真诚地劝说班长不要喝那么多酒，酒很伤身，并想让他多注意身体。听到这儿，平时挺严肃的马长顺忽然放下了手中的酒杯，抱头大哭起来。不一会儿，马长顺抬起头来说：“你知道我为什么爱喝酒吗？有谁知道我心里的苦啊？”原来马长顺的妻子当年很漂亮，追求他的人很多，马长顺是通过朋友介绍认识他的。在那么多的追求者当中，马长顺靠的就是人老实不喝酒，赢得了妻子的欢心。因为他的妻子从小就对酒精过敏。其实当时马长顺很爱喝酒的，只不过认识妻子的那段时间，母亲有病，马长顺有点微薄的工资全部用在了母亲的药上，没有多余的钱买酒了。结婚之后，随着生活好转，马长顺的酒瘾犯了，为此妻子经常和他吵架。有一天，马长顺酒后工作出了事故，被调到了离县城很远的一个山区乡镇。那段时间，马长顺很消沉。听说邻居家丈夫消瘦了很多，平时极力反对丈夫喝酒的妻子，特地准备了2瓶酒去看望马长顺。从此，每个月的第1个星期天，妻子都会带着酒去看望马长顺。又盼到妻子送酒的那天，马长顺一直等到下午4点多，连妻子的人影都没有看到。后来听一个同事说，上午县城来的一辆班车出了事故，车上的全部人都遇难了。马长顺来不及听同事讲完，就朝出事地点奔去。还没有找到妻子的人影，就闻到了一股扑鼻的酒味。从此，酒成了马长顺生命里的唯一依靠。也只有在喝醉的时候，他才能看到妻子微笑着向他走来。心理解惑，酒瘾的心理症结。酒瘾往往是对于生活现状或者是问题的逃避。古语有云：借酒浇愁。酒精有麻醉神经的作用，于是就有人沉醉于喝醉之后那种飘飘欲仙的感觉，并以此来逃避现实中的困难。久而久之，酒瘾越来越大，到最后难以自拔，危害身心健康，也给社会带来了不良的影响。长期大量饮酒还会导致慢性酒精中毒，对人体造成多方面的损害，会引起视力的减退。酒精中甲醇继续分解出来的甲醛对于人的视网膜有着特殊的毒性，长期痛饮，视网膜持久受到伤害，会使视力迅速的减退，甚至失明。大量饮酒还会引起营养缺乏，酒精过多会抑制食欲，好酒的人常常多饮少吃，这就是例证。同时，酒类所含有的热量是没有营养成分的，酒后发热还会消耗体内原有的大量热量，多饮少吃的结果又使人体得不到及时有效的营养补充，天长地久就会造成营养不良，会引起消化道的病变。经常饮用烈性酒，肠道和胃黏膜会长期受到刺激，从而引起充血，导致食道炎、胃炎和胃溃疡。据统计，肝癌是嗜酒者最常见的死亡率甚高的病例。过量饮酒还会引起呼吸道病变，长期嗜酒、酗酒都会引起呼吸道防御病毒的功能降低。第5就是产生精神障碍。嗜酒习惯的成因也比较复杂，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是遗传，嗜好饮酒者常常具有家族性，家族中曾经有酒精中毒者，其他成员也容易发生酒精中毒，并且发生的早而且严重。国内10家单位曾经对部分酒依赖者的亲属进行调查，发现酒精中毒的比例特别高，1级亲属为 447%， 2级亲属为 126%。 第二点是社会文化，受民族传统和风俗习惯的影响，许多国家和民族把饮酒当作是社交和礼仪的需要，如逢年过节亲朋好友相聚都要举杯畅饮，
以增添喜庆的气氛。我国就有以酒代酒之内涵，表示友谊天长地久和永久之意。西方国家的人也有在工作之余或者是回家之后酌上一杯的习惯，高寒地区的人呢，有空腹饮酒的习惯，并且以好饮为荣，不醉不休。第三就是生意的需要，不知源于何时，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洽谈生意都要在饭桌上，洽谈生意都要在餐桌上烟酒。由于长期陪客户谈生意，慢慢养成了嗜酒的习惯。第四，心理。许多人因为生活枯燥，精神空虚，或者是感到前途悲观迷茫，于是常常借酒消愁，以减轻精神上的苦恼，即所谓一醉解千愁。心理调节，告别酒精的依赖。大多数饮酒成瘾的人同时有其他的心理问题，很多人把喝酒作为一种逃避现实的方法，所以要解决依赖酒的问题，必须要重视心理健康。比如有人喝酒是因为生活当中的挫折，据调查，酗酒对于个体和社会的危害极大，因此对于酒精滥用者和酒精依赖者必须进行治疗和戒酒的劝导。常用的方法有以下几点。第一，认知疗法，通过影视、电台、图片、食物、讨论等多种传媒方式，让嗜酒者端正对于酒的态度，认识到适量的饮酒有益，超量饮酒有害，逐步的控制酒量。改善方法是，酗酒者常常有许多坏习惯，例如有人喜欢空腹饮酒，有人喜欢一饮而尽，有人喜欢敬酒、罚酒、赛酒、赌酒、灌酒，这些不良的习惯都应该革除掉。饮酒之前应该多吃菜，慢慢饮，为社交喝酒时要随人意。第二，厌恶疗法，对嗜酒成瘾者患者的饮酒行为附加一个恶性刺激，使之对酒产生厌恶反应，以消除饮酒欲望。三，家庭治疗。酗酒常常给家庭带来不幸，但对其进行制约的最好环境也是家庭，因此家庭成员应该帮助患者，让其了解酒精中毒的危害，帮助其树立起戒酒的决心和信心，并与患者签好协约，定时限量给予喝酒，循序渐进地戒除酒瘾，同时创造良好的家庭气氛，用亲情温情去解除患者的心理症结，使之感受到家庭的温暖。四，集体疗法。患者可以成立各种戒酒协会，进行自我教育及相互约束与帮助，达到戒酒的目的。国外有各种各样的嗜酒者互戒协会，日本有民间的断酒会，这些组织每周聚会1到2次，讨论戒酒的方法，介绍戒酒的经验，相互勉励。第五，药物疗法。对酒精依赖者可以采用药物治疗，在医生的指导之下对症治疗，排除心中的杂念，重塑自我认知，克服花钱的欲望，购物狂。首先来听案例故事，别做购物狂。在某电视台做编导的陈小姐，平时工作很忙，虽然收入不错，但是很少有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一旦哪天不用上班，就抓紧时间去逛商场，上千元的毛衣、皮鞋，数千元的外套都提回家。虽然衣橱已经塞得满满当当了，但她还是高兴，觉得这是对自己前一段时间辛苦劳动的犒赏。刚工作不久的小谷，尽管挣钱不多，但他有时也能够把几千块在几个小时之内都花完。买回的东西有没有用的首饰和衣服，有时还可能花几百元买支口红去送人。小乐说，她当和丈夫发生矛盾后，多数是花钱消气，和朋友说又觉得大家都有压力，不愿意把自己的不快乐带给朋友，和父母说吧，又不愿意让他们担心，和丈夫讲，急性子的他和慢性子的他越讲越生气，一时半会儿根本讲不通，还会徒增更多的气。如果用家里的东西来发泄，有些是爱情纪念品舍不得，而且最后的战场还得自己来打扫。说来说去，也只有让自己的不满发泄到外界，才能两全其美。于是他生气的时候就会出去逛，平时想吃点甜点放松的吃，平时想买的衣服放开的买，平时舍不得去玩的地方尽情的玩。总而言之，只要能让自己的情绪发泄出来，做什么都行。等到钱花的差不多了，自己的情绪也慢慢平息。
但事后再看看那些买来的东西，有时也会心疼，当时怎么就下得了狠心呢？心理解惑，购物不能填补心灵的缺失。陈小姐患上了购物狂这样一种心理病症。购物狂的组成是一群很奇怪的人群，有无所事事的家庭妇女，有压力巨大的成功人士，有热爱虚荣的时尚男女，也有情场失意的痴男怨女。有没有钱倒并不是主要的问题，反正最后都是大包小包的提回家。购物狂是心理疾病之一，这种心理产生的原因归根结底是心理缺少安全感，需要以不停地买东西来安慰自己。购物行为本身可能产生短暂的快感和陶醉，而一旦形成习惯，它就会像吸食鸦片一样上瘾，而且无法自拔。它给人带来的伤害不比鸦片小。为了平衡情绪或者是缓解压力去疯狂的购物，或许能够在买东西的过程当中感到快乐。很多人说去大肆的采购一番，然后想尽办法把钱花完，心情也就好了。但这并不是宣泄无奈的最佳方式，而不要拿购物当作新药。事实上，疯狂购物狂患者每一次买完东西之后都会感到非常的后悔，物品一旦到手就失去了吸引他们的魅力。长此以往，购物症患者会掉入到自卑的恶性循环中。他们除了通过购物来发泄到某种压抑的情绪之外，无法再用别的外在的物质来刺激填补内心的空虚。有疯狂购物症的人在生活当中往往心理素质比较脆弱，容易紧张和焦虑，每次看到自己买了很多根本用不着的东西之后，心情就会更加的郁闷。心理调节，克制花钱的欲望。其实人们可以通过改变购物模式的方法来矫正购物狂热的行为。分享以下几点给各位：一、交费时不刷卡，改用现金支付，或者长期在银联卡里只留小数目的钱，这样就会有钱被掏出去的感觉。二、购物前先列清单，限定只能买清单上列出的物品，如果实在控制不住购物的欲望，就把购买目标放在价格较低的小东西上。三、采用改日再来的延缓方针，在垂青某商品时，先不急于掏钱，而是暗示自己改天再来吧。下次来时，由于心情变化，购物欲可能下降。四、强化期待心理。对于想要购买的东西，尽可能发现它的不足与缺点，这样你可以期待更完美的物品问世的情绪当中，缓解购物欲望。第五，心理空虚、压抑、无聊时，最好的解决方法去做一些激烈的体育运动，而不是去逛街购物。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洁癖。首先来听案例故事，晶晶的怪异行为。晶晶今年15岁了，她是一名中学生，有些胆小害羞。她本来是一名成绩优秀的好学生，朋友也很多，家庭条件也不错，一直生活得很幸福。但最近她却突然有了严重的洁癖，不仅影响到她的生活和学习，甚至让她陷入到极度紧张的状态。刚开始她认为自己手上有灰土细菌的，于是每天洗手几十余次，逐渐发展到了无数次，明知无此必要，但就是控制不住自己。她还反复地擦鼻子，强令其母亲给自己洗衣服，晒干之后需要再洗一次。此外，她还总是害怕书中进了脏东西，以至于不敢看书，学习成绩明显的在下降。对此，她觉得非常的苦恼，出现了明显的焦虑症状，甚至开始悲观厌世，机制表现为强迫性疑虑，整日陷入到精神紧张状态，不能坚持上学。最近，她开始不敢在厕所内系裤带，害怕有脏东西系在裤内，怕空气中的灰尘。有时别人的擦地或者是脱衣服时，她也认为有脏东西会飞到她身边来。晶晶的清洗症状出现在2年前。有一次她去同学家玩，刚打开门，一条狗突然猛地扑过来，2只前爪搭在她的双肩上，她当即被吓得高声惨叫，此后就表现出精神不振的状态，有时还时常发呆，觉得很孤独，入睡困难，多梦。随后她感觉到双袖筒和前部有灰尘，她不时地用手拍打，
2个月之后认为手上有灰尘、细菌，又开始了不断的清洗行为。心理解惑，洁癖的剖析。所谓洁癖，是指在讲究卫生方面总是瞻前顾后，尤其注意手的卫生，每天要洗几十遍，每次要打2、3遍的肥皂，每次接触过一样东西就得把手洗一次，不然就痛苦万分，什么事情都做不了。洁癖表现的症状属于强迫性神经官能症，又是很常见、很顽固的一种心理疾病。患者主观上感觉到有某种不可抗拒的、强迫无奈的观念、情绪、意向或者是行为的存在，他们能够意识到这些都是不应该出现或者毫无意义的，但是又从内心涌现出强烈的焦虑和恐惧，非要采取某些行为来安慰自己。比如你一做完一件事情就觉得手脏，心里很不舒服，就非要洗一定时间或者是一定的次数。如果不这样，你就会感到非常的焦虑，而且害怕自己如果洗不够一定会变疯，所以每次是洗了又洗，这样心情就要好一些。可是过不了多久又重复。强迫症分为不同的类型。强迫观念表现为头脑当中反复出现一些观念、怀疑、回忆、联想和问题，这些内容毫无意义，但是又无法摆脱。2. 强迫意向。患者常常被一些与正常心理状态相反的欲望或者意向所纠缠，产生一些可怕的冲动。例如患者站在高处就要有往下跳的冲动，抱着孩子在阳台上就要有往下扔的意向，看到尖刀就有杀人的念头。患者感到十分的害怕，他绝不会做出这些行为，但是又控制不住这些意向的出现。3. 强迫行为。患者不由自主地做一些不必做的事情，例如数数、检查、洗东西或者是某种仪式动作的。强迫症与心理、社会因素有关，过度的疲劳、紧张、精神刺激都可以诱发患病。患者的性格多具有敏感、固执、主观任性、急躁、好强、自制力差，或者是胆小怕事、优柔寡断、犹豫不决、谨小慎微、自卑、墨守成规、刻板等特点。心理调节，把心中的灰尘抹去。洁癖患者治疗上主要有2种方法，即系统的脱敏法和满贯疗法。应用系统的脱敏法时，医生会让患者把自己害怕的东西或场景、经常做的事情，从轻度到重度都写出来，然后每天从容易的事情入手，控制自己的行为，例如逐渐的减少清洁的次数和时间。满贯疗法一般的操作步骤是，让患者坐于房间中，请其好友或者亲属当助手，患者全身放松，轻合双眼，然后让助手在患者手上涂抹各种的液体，例如清水、墨水、米汤、油、染料等等。在涂抹时，患者应该尽量的放松，而助手应该尽力的用语言来形容手已经很脏了，患者要尽量的忍着，直到不能够忍耐时再睁开眼睛看看到底有多脏。助手在涂抹液体时，应该随机的使用透明的液体和不透明的液体，随机使用清水和其他的液体。这样当患者一睁开眼时，会出现手并不脏，起码没有想象中那么脏的情况。这对于患者的思维是一个冲击，说明脏往往更多的来自于自己的意念，与实际情况并不相符。而当患者发现手确实很脏时，洗手的冲动会大大增强。这时治疗助手一定要禁止他洗手，这是治疗的关键。患者会感到很痛苦，但是要坚持住。助手在一旁应该积极的给予鼓励，此时助手的示范作用就很大。助手可以在自己手上涂上液体，甚至是弄得更脏一些，并且大声地说出内心的感受。由于2人有了相同的经历，在情感上就能得到沟通，对脏的东西的认知也能够逐渐靠拢。这时患者要仔细地体会焦虑的逐步消退感。满贯疗法在刚开始时会把人推向焦虑的顶峰，但是随着练习次数的增加，焦虑会有所下降，洁癖行为也会慢慢的消退。水仙花之恋，自恋。首先来听案例故事，爱上了自己的小凡。
郎才女貌的令人羡慕的男女，却遇到了离婚的困境。小凡说，我不同意离婚，因为我是爱你的。丈夫说，已经是正式夫妻了，你和我做爱还是毫无激情，怎么能说还有爱情呢？如果你只崇尚着柏拉图式的爱情，那么我对你说声对不起，因为你选错了人。我在夫妻生活上的要求俗不可耐，我需要的是和谐的性关系。在以后的几个月里，小凡努力调动自己和丈夫私生活的情绪，可是她做不到。当她把自己打扮得很妩媚、很性感、很美丽时，她总觉得对丈夫有如饥似渴的亢奋要求。可是一旦激情迸发，哪怕室内没有一缕光亮，小凡仍躲不开眼前幻觉当中出现的一面镜子。她立刻会看到镜子中的自己，头发蓬松，衣衫不整，而面部的化妆品被抹成了大花脸，自己的表情淫荡极了，丑极了。她的热情立刻被倾泻而下的冷水浇灭。她想让自己深爱的丈夫得到满足，但她只能够维持一种故意和做作。终于，丈夫也难以宽容了。这一夜，丈夫一把推开她，气吁吁地跳下床，坐到沙发上，一支接着一支烟猛抽着，用前所未有的阴沉声调问她：你这样演戏是不是很痛苦？有一句话我实在不忍心说出口，我越来越觉得不是在和妻子做爱，而是一个妓女在应付无聊的嫖客。为了我们都不痛苦，趁我们没有孩子，分手吧。小凡听了，心里如刀割一般的痛，他哭了。他说出了自己面对摆脱不掉的那面幻觉中的镜子时内心的恐惧与无奈。丈夫沉默不语，过了一会儿说：我相信你的话，但你必须去看心理医生。心理解惑，为什么你不能爱别人？小凡是典型的自恋人格障碍。小凡追求美的打扮，美的气质无可非议，但他在性爱生活时无法接受头发蓬松、衣衫不整，拒绝褪去的礼仪形象。除了有强烈的自恋倾向外，恐怕还有自幼形成的强迫性人格障碍，或者是后天出现的强迫观念，就是执着地追求自我形象的时刻完美。这是更重要的心理原因。从这个故事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心理疾病患者都有各自的病因和错综复杂的行为表现。自恋的英语直译成汉语是水仙花，来自一个美丽的古希腊神话。美少年纳克苏斯爱上了自己水中的倒影，每天茶不思饭不想，憔悴而死，变成了一朵花，后人称之为水仙花。自恋的来历虽美，自恋型人格却不令人喜欢。对自恋型人格障碍的诊断目前尚无完全一致的标准，一般认为其特征主要是这样的：一、对别人的批评的反应是愤怒、羞愧或者感到羞耻，尽管不一定当即表露出来；二、喜欢指使他人，要他人为自己服务；三、过分的自高自大，对自己的才能夸大其词，希望受人特别关注；四、坚信他关注的问题是世上独有的，不能被某些特殊的人物了解；五、对无限的成功、权力、荣誉、美丽或者理想爱情有着非分的幻想；六、认为自己应该享有他人没有的特权；七、渴望得到持久的关注和赞美；八、缺乏同情心；九、有很强的嫉妒性。只要出现了以上我们提到的5项，即可诊断为自恋型人格。自恋型人格在很多方面与癔症型人格的表现相似，例如情感戏剧化，有时还喜欢性挑逗的。两者的不同之处在于，癔症型人格的人格性格外向、热情，而自恋型人格的人性格内向、冷漠。心理调节，练自己，更要练别人。对于自恋型人格障碍的治疗，一般可以采用以下的方法。第一种方法，解除自我中心观。自恋型人格的最主要特征是自我中心，而人生当中最为自我中心的阶段是婴儿时期。由此可见，自恋型人格障碍患者的行为实际上是退化到了婴儿期。你可以把自己认为讨人厌的人格特征以及别人对你的批评罗列下来，
看看有多少婴儿期的成分，还可以请一位和你亲近的人作为监督者。一旦你出现自我为中心的行为，给予警告和提示，督促你及时改正。通过这些努力，自我中心观会慢慢的消除。第二种方法，学会爱别人。对于自恋型的人格来说，光抛弃自我为中心的观念还不够，还必须要学会爱别人。唯有如此，才能够真正体会到放弃自我中心观是一种明智的选择。因为你要获得爱，首先必须付出爱。自恋型的爱就是幼儿的爱，不成熟的爱，因此要努力的加以改正。生活当中最简单的爱的行为便是关心别人，尤其是当别人需要你帮助时，当别人生病后及时的送上一份问候，病人会真的感激你。当别人在经济上有困难时，你力所能及的解囊相助，便自然会得到别人的尊敬。只要你在生活当中多一份对他人的爱心，你的自恋症便会自然的减退。饕餮大餐背后藏着什么？饕餮大餐的背后隐藏着什么？暴食症。首先来听案例故事，贪吃的张杰。张杰是一名大学生，最近他就出现了这种暴饮暴食而不能够自制的怪毛病。他每天都要去商店买一大堆的零食，无论在寝室、教室还是在路上，他都会吃个不停，嚼个不停。一走进食堂，他更加无法遏制食欲，只要食堂里卖的食品，他都要吃一遍。吃了饺子想吃包子，吃了包子想吃烙饼，看到小点心又要吃小点心，非要吃到胃被撑到难受才算罢休。如果想吃的东西没吃到，就会没心思上课或者上自习，晚上连觉都睡不好。由于不断的暴饮暴食，使身体明显发胖，变得越来越臃肿。张杰他自己也苦恼不已，一再发誓不再吃零食，再也不滥吃了。但一走进商店，一走进食堂，又更加无法控制自己，尤其是心情不好时，就得吃得更凶。吃多了消化系统负担很重，所以老是昏昏欲睡，上课打不起精神，晚上不想上自习，早早就睡觉了。学习成绩直线下降，为此他内心十分的痛苦，几乎对自己失去信心。苦闷之中，他对生活也多了一些失望。其实张杰的病因来自于幼年，他很小的时候寄养在奶奶家，奶奶同叔叔婶婶住在一起，叔叔有一个比他小的女儿，他与堂妹一起睡一起玩。随着年龄增长，渐渐他发现周围的人都特别喜欢堂妹，在众人面前，人们总是夸奖堂妹长得漂亮，逗人喜爱，有好吃的好玩的东西都愿意拿给堂妹，常常把她冷落在一边。他的父母每隔一段时间到奶奶家看他一次，每次都是带给堂妹许多漂亮的衣服或者其他的礼物。堂妹虽然年纪较张杰较小，但是个子却比他高，因此他常常舍捡堂妹穿剩下的衣服来穿。这一切都深深刺痛了他幼小的心灵，他恨堂妹，恨周围的人，更恨自己的父母，认为连自己的父母都嫌他长得丑，不喜欢他，不给他买漂亮衣服和玩具，让他穿堂妹穿过的衣服，进而又恨父母为什么将他生得这么丑。从那时起，张杰的心里就用无节制的进食来排解他内心的苦闷。开始时他没在意，心里只关心怎么度过这段最难熬的失恋。只要让自己的心不再为这件事情而痛，什么代价都可以付出。有一天，当他洗完澡站在镜子前，忽然发现镜子里看到一个臃肿衰老的女人，满身都是赘肉，皮肤松弛。他也曾想过控制，可是暴饮暴食已成了习惯，每次想控制一下时，想起镜中的自己的身体，觉得自己没什么希望了，也就放弃了控制的努力。每天他带着沉甸甸的胃和自己肥胖的肚腩，更是一点自信心都没有，活得越来像一个没有性别的饕餮动物。心理解惑，为什么吃不够？因为心理痛苦或者是压力过大，依赖暴饮暴食解决内心问题，这是一种嗜吃症，是一种常见的心理疾病。嗜吃带来的问题是肥胖，使得嗜吃者在两性婚恋领域失去竞争的优势，给他们带来巨大的更是心理压力。他们依赖于食物而生活，变相的产生了更加压抑的问题。
这种饮食紊乱都属于由心理因素引发的进食障碍，在现代社会当中是常发生在女性身上的常见病症。这可能是由于女性的生活习惯和身体机能的特点造成。这些问题在很广泛的女性群体当中有各种程度的发病状况。要解决这个问题，一方面要求助于心理医生，另一方面还要自我救赎。因为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是社会生活的压力所致。如果作为个体不能够有对抗压力，正确对待自己的生活，那这些问题也就不能够得到根本的解决。心理调节，暴食的自我救赎。拥有暴食症的人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积极的调整。首先，第一点，心理引导。首先应当确认你的生活习惯当中是否存在这种不良的倾向，甚至是已经构成的心理病症，造成生理影响的表现。如果确认，那么你就应该认识到，这不仅仅是一种不良的生活习惯，而且会愈演愈烈的恶性循环，将对你的身体、生活都造成更加严重的影响。从心理治疗的角度来讲，在你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之后，应当果断地给自己心理暗示。比如，面对食物时，你应该想这些食物对你来讲并不是美味，因为第一，你的身体并不需要这么多的营养；第二，你的胃口其实并没有获得享受，这么对待这些食物是一种浪费。第二点，援助。出现饮食紊乱的女人，大多数属于性格孤僻、内向的人，容易产生抑郁、紧张的情绪，所以在面对你的问题时，最好向信任的人来求助。第三，运动。食欲可以通过运动来实现有效的克制，尤其是不正常的食欲，有时是因为生活懒惰、身体机能不健康造成的。所以健康的生活习惯，尤其是舒缓适度的运动，可以让你远离食欲的困扰。同时运动还可以让人身心舒畅，性格变得开朗活泼，改变那种内向孤僻的性格，对饮食紊乱症有很大的作用。四，恋爱。女人都说恋爱时最容易减肥，因为那时人会不自觉地处于一种亢奋状态，每天睡眠的时间减少，也不会有强烈的食欲。有的人还很形象地描述那样的感觉是，皮肤下的每根毛细血管都活跃着。恋爱时，由于精神系统的活跃，造成新陈代谢加快，整个身体机能也都处于一种相对亢奋的状态，在这样的状态下，可以有效地克制食欲。五，选择朋友。学会选择朋友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身边只是那些重视外表的朋友，那这些友谊是不会长久的。多结交几个有意思、有思想的朋友，他们会给人带来意想不到的快乐，并在人们把握不住自己的时候发出忠告。第六，正确的认识饮食。饮食是人们赖以生存的基本需求，每个人每天都必须摄入一定的食物来维持我们自己的需要。所以要把吃饭当成是一种很正常的事情，千万不可以为了身材就不吃东西，不要过高的要求自己的身材。拿什么来拯救你的胃口？厌食症。首先来听案例故事，厌食的王涵。16岁的小姑娘王涵，1.6米的个子，但仅仅38千克，让人一看就想到包身宫里面的卤柴棒，就像是埃及的一具木乃伊。坐在沙发上蜷成一团，像病猫一样一动都不能动，连医生都感慨地说道，一个小女孩变成这样，太可惜了。王涵是武汉某中学初3学生，从刚刚过的16岁生日起，她患上了严重的神经性厌食症。现在她几乎什么都吃不下，仅仅能喝一点鱼汤。这个16岁的姑娘因为神经性厌食症影响到了身体发育，导致内分泌紊乱，直到现在还没有来月经。王涵将这一切归罪于2个原因：对病态瘦的过度追求，对父母的报复。他说小的时候在乡下长大，那个时候挺快乐的，后来进城，乡下的口音让我和同学们格格不入，那时形体也偏胖，同学们都嘲笑我，我就想我一定要瘦下去。有的时候王涵本就不吃饭，如果考试再没考好，王涵也罚自己不吃东西，他觉得这正好一举两得。王涵的父母没有发现女儿的异常，
妈妈工作很忙，到最后不吃饭成了王涵的法宝。到父母发现时，王涵的神经性厌食症已经非常严重了，他什么都吃不下，去医院治疗，医院也只能通过打营养液来补充其体能。王涵的妈妈含着泪水说道：他很好强，他走到这一步也怪我们对他关心不够，但我们也不是不关心他，现在的孩子啊，真不知道怎么办。心理解惑：为什么对吃不感冒？王涵妈妈的担忧是普天之下所有人对于厌食者的担忧，因为厌食绝对是可以夺走人的生命的。美国知名歌星海伦·卡彭特就是因为厌食症导致死亡，她死的时候瘦的只剩下皮包骨头，体重只有31千克。心理专家说，厌食症一般都家庭背景良好，这并非指富裕，是指家庭父母都有周全的照顾。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如此过于关怀会使孩子觉得自己没自由，而唯一他们可以夺回的主动权，大概只有在进食这件事情上。很快，这种想法就变成了一种抗议，带有明显的示威成分，并且还会堂而皇之地以自己的发胖为借口拒绝进食。但厌食症也源于自我强迫现象，一些少女虽然体态标准，也会对自己的体型有诸多的不满，并且以完全拒绝食物来做所谓的减肥，这是严重的自我强迫心理病。假如是强迫病人，那么病因也许跟病人体内的血清素成分有关系，血清素低弱就容易发生强迫心理病。儿童厌食可能是一种抗议父母的心理造成的，少女厌食可能是一种爱美过度的心理病。然而，厌食症不只是发生在儿童和少女身上，有许多的公司职员患厌食症的概率也很高，例如模特、表演艺人以及一些需要在公众面前维持标准体型的行业，他们因为时刻要维持形象，更容易产生压力，导致厌食。而且厌食症不仅发生在女人身上，男人当中也有案例。厌食的征兆不难觉察，厌食者除了拒绝进食，还变得封闭寡言，脾气恶劣。女人会出现闭经的现象，而且厌食者体重会跌至标准体重75%以下，血压低，心跳缓慢，便秘、晕厥、口臭，睡眠不好，运动量减少，严重的身体上会长出细细的绒毛。严重的厌食现象甚至会威胁生命。心理调节该怎样拯救你的胃口？厌食症对于一个人具有很大的危害性，对于一个患有厌食症的人来说，需要从以下几方面来着手进行治疗。一、补充营养，纠正营养不良。严重的营养不良患者可能会有生命危险，神经性厌食症病人在严重的营养不良的状况之下，死亡率可以高达10%，因而必须紧急的抢救治疗。如果患者拒绝治疗，应该采取劝说或者强迫的方式进行住院，以挽救病人的生命。这时的治疗为纠正水电解质的平衡，补充钾、钠、铝，并且进行监测。血浆蛋白低下时，静脉补充水解蛋白、鲜血浆等；贫血需补充铁、辅叶酸，补充维生素等。由于患者长期不进食，肠胃功能极度的衰弱，因此进食应该是软食，少量多餐，开始逐渐增加，不能够急于求成，适当的给予助消化的药，味酶合剂、多酶片、乳酶生等，或者针灸治疗，也可以用小量的胰岛素来促进食欲以及消化功能的恢复。第二，心理治疗。心理治疗包括疏导病人的心理压力，对于环境对自己有客观认识，找到适应社会的角度，以及处理和应付生活当中事件的能力。另外，对于健康体魄的概念、标准体重的意义，对自己的身体状况都有客观的评估。了解食物、营养学方面的知识，对于家庭关系紧张的患者，必要时可以请家人做家庭心理治疗。行为矫正是心理治疗的另一种类型，主要是促进病人的体重恢复，可以采用限制病人的活动范围以及活动量，随着体重的增加，逐步的奖励性的给予活动自由。这种方式一般要在医院当中，当病人体重极低时才采用。三、精神科药物的治疗。临床中经常使用抗抑郁药。
病因学中认为该病可能与抑郁症有关，因此采用氯丙嘧酸、阿米替休、多利平等。安定类药物也是常用来调整病人焦虑情绪的药物，这些药物对改善病人的抑郁、焦虑情绪都有肯定的作用。最早用于治疗厌食症的药物是冬眠灵、芬乃净等药，使用小剂量以治疗病人极度怕胖、不能客观地评价自己的体型等，在治疗当中也收到了一定的效果。世界为什么没了黑夜？失眠。首先来听案例故事，一位失眠的农民。53岁的王某是某地的普通农民。王某失眠多梦已经20余年了。20年来，他晚上睡不好，表现为难以入睡，睡眠不深，睡后易醒，而且早醒多梦，就像是晚上没有睡觉一样。但奇怪的是，他白天照样干农活，并无乏力之感。当时他曾经在当地的诊所治疗无效，症状一直无明显的改善，时轻时重。2年前，王某的病又加重了，表现为醒后心悸，而且时常满头大汗，也不思进食。自患病以来，王某一直为失眠所困扰，而且苦于没有治疗办法。心理解惑：失眠的心理维度。失眠是一种常见的睡眠紊乱现象，几乎每个人都有过失眠的经历。随着社会的发展，生活节奏加快，失眠症的发生率有明显上升的趋势。失眠会造成无数生活当中的麻烦，所以解决失眠问题已经迫在眉睫。专家归纳总结，目前有6类导致失眠的心理原因是为心理学界所公认的。第一，怕失眠心理。许多失眠者都患有失眠期待性焦虑，晚上一上床就担心睡不着，或者是尽力去让自己快速入睡，结果适得其反。人的大脑皮层高级神经活动有兴奋与抑制2个过程。白天时脑细胞处于兴奋状态，工作1天之后就需要休整，进入抑制状态而睡眠，待休整1夜之后又自然转为清醒。2. 做梦有害心理。不少自称失眠的人不能够正确地看待做梦，认为做梦是睡眠不佳的表现，对人体有害，甚至有人认为多梦就是失眠。这些错误的观念往往使人更加焦虑，担心入睡之后会再做梦，这种警戒心理往往会影响睡眠质量。3. 自责心理。有一些人因为一次过失就感到内疚自责，在脑子里重现失事的现象，在脑子里面重现过失事件，并且懊悔自己当初没有妥善处理。白天由于事情多，自然懊悔情绪就稍轻，到晚上则徘徊在自责、懊悔的幻想与兴奋之中，久久难眠。4. 期待心理，是指人期待某人或者是某事而担心睡过头误事，因而常常出现早醒。比如一位3班倒的网站管理员，由于上夜班，就是夜里12点上班，常常于晚上7点钟睡觉，因为害怕迟到，睡得不踏实，常常只能够睡1到2个小时就被惊醒，久之就变成了早醒患者。5. 童年创伤心理的再现。有的人由于童年时受到丧失父母、恐吓、重罚等创伤而感到害怕，出现了害怕黑夜而不能够入睡的现象。随着年龄增长逐渐好转，但是成年之后，由于受到某种类似的童年时期的创伤性刺激，就会使被压抑在潜意识里的童年创伤性心理反应再现，重演童年时期的失眠现象。6. 手足无措心理。有的人受到突发事件的刺激之后，不能够做出正确的反应，手足无措，不知道如何是好，以至于晚上睡觉时也瞻前顾后，左思右想，从而始终处于进退维谷、举棋不定的焦急兴奋状态。心理调节，进入梦乡的秘诀。大多数的失眠是由心理因素而引起的，只要能够自我调节心理活动，就可以克服。有些失眠者每到晚上就会不由自主地紧张起来，于是神经越紧张就越无法入睡。对于这类失眠者来说，精神放松至关重要。心理医生教给我们的方法与他们以往使用的方法大相径庭。第一，在价值观上不要把睡眠看得非常重要，睡眠是让大脑和身体休息的最好方式，但体力劳动和锻炼
也是让身心放松的一种最好方式。如果前一晚上没睡好，可以在早晨来洗个热水澡，并且外出锻炼一下身体，精力是一样充沛的。而失眠患者往往认为睡眠是人生的第一重要的事情，整天想的就是怎样才能睡个好觉。他不理解睡觉是为了保证健康，健康是为了工作，而工作并不是为了睡觉。也就是说，睡觉并不是我们的人生目标。第二，睡眠也是人体身体的自然反应，困了就想要睡觉，不要人为的去控制它，越让自己别想，自己就越发的胡思乱想，停不下来。应该采取顺其自然的态度，想去吧，我今天不打算睡觉了。结果当你不控制情绪和思维时，20分钟左右自然而然的就会入睡。对于害怕和焦虑情绪也是一样的，有的人特别害怕睡不着，有的人总害怕半夜醒来后难以入眠，越怕就越清醒。对于自己的害怕而感到紧张，结果呢就形成恶性循环。正常人也会由于各种原因半夜醒来，不同的是正常人并没有害怕和排斥的想法，不反省和讨厌自己，完全接受自己的自然状态，这样才能够放松。第三，许多失眠者总是觉得自己晚上睡觉没有睡够，一有时间就要补觉，白天睡得越多，晚上越睡不着，而且也就没有心思去参加业余爱好活动。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多参加户外的体力活动，劳其筋骨才能够放松心情。尤其是睡觉前，不要让大脑处于兴奋的思考状态，应该做一些散步、爬楼梯、跳绳、洗衣服、拖地这些简单枯燥乏味的体力活动，等到累了困了再上床睡觉，然后以顺其自然的放松状态进入睡眠。颠覆其实只是快乐的痛苦，逆反心理，青春期的义举。小红从小就聪明伶俐，很听爸妈的话，是一个人见人爱的好孩子。可最近小红她变了，凡事总爱跟父母顶嘴，自作主张，有时还要偏同父母，反其道而行之。例如小学毕业之后，爸妈为他选择了一个就近的重点中学作为报考志愿，而他偏偏挑选了一所离家较远的中学。他不是喜欢路远，而是有意的同爸妈抬杠。小红有鼻炎，爸妈为他买了滴鼻药水，他却有意把它给扔了。父母问他考试成绩，他明明及格了，却偏说自己不及格。有一天气候突然变冷，小红的母亲特意给他送去衣服，他竟然当着同学们的面把衣服扔在寝室的地上。他爸爸平时工作忙，一有机会就跟他聊聊，他却把他拒之千里之外。这令小红的父母十分的焦急，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小玲是一位性格开朗活泼、待人热情大方的学生，在学校时，她喜欢向班上的学习委员小伟去请教难题，来往也比较密切，加上两家离得不远，上学放学经常一块走。但是他们俩之间所谓纯真的友谊被小玲的父母认为是不正常的，因此经常暗中盯梢小玲他们。有一次放学，小玲的自行车坏了，所以小伟就载着小玲回家。回到家门口时，刚好碰到小玲的母亲，还没等小玲下车，小玲的母亲就责骂她说：“不要脸，当学生就谈恋爱。”小玲有口难辩，觉得无论如何解释都是没有用的，一气之下就说：“你们硬说我们在谈恋爱，那我们就偏偏谈给你们看看。”结果他们的友谊果真发展成了爱情，并且私奔出去了。心理解惑，逆反心理成因。逆反心理是指人们彼此之间为了维护自尊，面对对方的要求采取相反的态度和言行的一种心理状态。逆反心理在人的成长过程当中不同阶段都有可能发生，而且时有多种表现，如对正面宣传做不同的不信任的反向思考，对先进人物榜样无端的怀疑，甚至根本的否定，对不良倾向持认同情感，大喝其彩，对思想教育以及遵守纪律消极抑制，蔑视对抗等等。逆反心理并不是什么不可思议的东西，一般来说，以下3种情况容易诱发人的逆反心理的产生。第一，强烈的好奇心。强烈的好奇心来源于人或事物的神秘感。
尤其当某事物被禁止而又不知道该加如何解释的情况之下，浓厚的神秘色彩极易引起人们的猜疑、揣度、推测，以至于不顾禁令的寻根究底，或者是小做尝试。普拉头诺夫在《趣味心理学》一书当中的前言中提醒各位读者，请勿先阅读第8章第5节的故事，那大多数读者却采取了与之告诫相反的态度。第二，企图标新立异。具有逆反心理的人往往喜欢通过否定权威或者是标新立异，在心里求得自我肯定的满足感，因此他们往往表现得偏执，好表现自己，有意采取与其他人不同的态度和行为，引起别人的注意。3. 特异生活经历。比如有的人多次失恋，他们便认为人世间没有真正的爱情；有的人一向循规蹈矩，与世无争，而偶然的一次受到莫名其妙的冤枉，以至于性情大异，变得粗暴多疑怪癖。在这种特定的条件之下，言行与当事人的主观愿望相反，产生了与常态性质相反的逆向反应，这是逆反心理的典型表现。一旦这种心态构成了心理定势，就会对人的性格产生极大的影响，经常性的左右他的一举一动，成为他言行举止的一个基本特征。逆反心理是一种单直、单向、单元、固执偏激的思维习惯，它使人无法客观准确地认识事物的本来面目，采取错误的方式和途径去解决所面临的问题。逆反心理经常的反复的呈现，就构成了一种狭隘的心理定势，无论何时何地都与常理背道而驰，表现形式上与富有创造性的行为颇有类似之处。因此某些逆反倾向严重的人也常常对此津津乐道，或者在心理上为自己的怪异行为寻找科学的根据。心理调节，如何告别逆反心理？逆反心理使人无法客观的、准确的认识事物的本来面目，采取错误的方法和途径去解决所面临的问题。逆反心理经常的反复的呈现，这就构成了一种狭隘的心理定势，无论何时何地都与常理背道而驰。逆反心理往往是孤陋寡闻、妄自尊大、偏激和头脑简单的产物。提高文化素质、增长见识是克服逆反心理的根本道理。一个对生活有着广博知识的人，凭直觉就能够认识到逆反心理的荒谬之处，从而采取一种更加科学、更宽容的思维方式。广闻博见能够使人避免固执和偏激，而逆反心理则使人在最终认识真理之前走了很多的弯路。当他们醒悟过来时，往往太迟了。逆反心理往往是利用了人们缺乏对于多渠道解决问题的想象力，解决一个实际问题用一个办法就足够了，但在问题未解决之前，却存在着几乎无限的可能。他们所强烈反对的意见固然并不一定是真理，但是对着干，起码也使他们的思维和对方同样的狭隘。因此，对怀有逆反心理的人来说，努力培养自己的想象力是十分必要的，它有助于一个人开阔思路，从偏执的习惯中超脱出来。思维的想象方式和想象力可以通过自我不断的思维来获得，它能激发出人们的创造力。残缺也是一种美，追求完美心理。首先来听案例故事，追求完美的可悲下场。业务经理顾军最近他十分的苦恼，原因是他脸上有2颗小黑痣。他曾经看过皮肤科，也做过激光消痣，可是他老觉得没有做好，有空去照镜子。每当看到色素渐退的小黑痣，不仅高兴不起来，反而感到这个缺陷越来越显眼。几个月以来，他因为自己的长相丑陋而不满，消沉，上街明显减少，也不敢抬头见人，为此影响了他的人际关系，业绩一降再降。最近呢，他食欲减退，失眠多梦，心情压抑焦虑，于是只好去心理咨询诊所寻求解脱之法。25岁的刘颖大学毕业，是公司职员，第一次恋爱还是在学校读书时。男友陈浩高大英俊，活力四射，而刘颖十分的呵护体贴，但是他容不得对方的一点点过失。有一次约好一起看电影，陈浩因为迟到了5分钟，他就认为他不重视他，不肯原谅他，最终选择了和对方分手。第2次恋爱的男友海波是一名公务员，特别爱好文学，
因为欣赏他的文学才华和儒雅的外表，两人很快坠入到爱河。最初的时光浪漫而又纯美，但是海波提出要结婚时，他有一些犹豫了。因为一旦决定做妻子，就希望自己的伴侣不仅才华横溢，而要事业有成，物质条件充裕。但海波却是一个每月只能领2000元的小公务员，他无法想象婚后生活的清贫程度。于是不断地鼓励海波辞职经商，在他的软硬兼施之下，海波无奈辞职，加入到南下的淘金大军当中。但是他的性格根本不适合经商，1年下来，不但没有挣到钱，还贴进去了10几万。就这样，彼此的矛盾在相互指责和抱怨当中越来越深，最后只好无奈分手。他为什么要追求完美呢？接下来我们来听心理解惑。完美主义的人表面上很自负，内心深处很自卑，因为他们很少看到优点，总是关注缺点。如果总是不知足，很少肯定自己，自己就很少有机会获得信心，当然会自卑了。不知足就不快乐，痛苦常常跟随着他，周围的人也不会快乐的。学会欣赏别人，欣赏自己，这是很重要的，这是使人进步的，实现下一个目标的基石。缺陷和不足是人人都有的，但是作为独立的个体，你要相信你有很多与众不同，甚至是优于别人的地方。你要用自己特有的形象装点这个丰富多彩的世界。很多人因为自己的缺陷和不足自怨自艾，从而丧失了自信，变得自卑。人无完人，金无足赤，没有一个人是完美无缺的。难道有缺点和不足就注定要悲哀，要默默无闻，无法成就大事吗？其实只要你把缺陷不足这块堵在胸口上的石头放下来，别去过分的关注它，它也就不会成为你的障碍。假如能够善用利用你那些无法改变的缺陷不足，那么你仍然是一个有价值的人。不要因为不完美而恨自己。你有很多的朋友，他们没有一个是十全十美的。那些伪装完美、追求完美的人，其实正在拿自己的一生的幸福开玩笑。世界上的一切完美都是有缺陷的，正是这一点，这是直面人生的开始。世间没有完美的圆。如何从追求尽善尽美的诱惑当中摆脱出来？心理学家认为，正确的评估自己的潜能，既不要估得太高，也不必过于自卑，有一分热发一分光。你如果事事要求完美，这样的心理本身就成为你做事的障碍。不要在自己的短处上去与人竞争，而是要在自己的长处上培养起自尊、自豪和工作的兴趣。要分享的第2点是重新认识失败与瑕疵。一次乃至多次的失败，并不能够说明一个人的价值大小。仔细想想，如果从不经历失败，我们能够真正的认识生活的真谛吗？我们也许一无所知，沾沾自喜于愚蠢的无知当中。因为成功仅仅只能够坚持期望的信念，而失败则给我们独一无二的宝贵经验。人只有经受住失败的悲哀，才能够达到成功的巅峰。亡羊补牢，犹为未晚。更不要为了一件事情未做到尽善尽美的程度自怨自艾。没有瑕疵的事情是不存在的。盲目的追求一个虚幻的境界，只能是徒劳无功。我们不妨问问，我们真的能够做到尽善尽美吗？当然不行。我们应该尽快的放弃这样的想法。要分享的第3点，为自己确立一个短期的目标，寻找一件自己完全有能力做好的事情，然后去把它做好。这样的心情就会轻松自然，办事也会较有信心，感到自己更有创造力，更有成效。实际上，你不追求出类拔萃，而只是希望表现良好时，你会出乎意料地取得最佳的成绩。目标切合实际的好处不仅于此，它还为你提供了一个新的起点，能够使你循序渐进地摘取事业上的桂冠。同时你的生活也会因此而丰富起来，变得富有色彩，充满人情味儿，并不像你原来所想的那样暗淡。第5章，与抑郁和解，收获内心宁静。美是靠自己去发现的，体相障碍。首先来听案例故事，小飞的痛苦。小飞是一位富有魅力的女生，但是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她老是抱怨自己长得太丑。
从很小的时候，他就相信自己很难看。他母亲说，小飞还是一个上幼儿园的孩子时，就不断地照镜子。他过分地关注于他弯曲的耳朵、难看的眼睛、粗糙的皮肤、硕大的鼻子以及面部浓密的汗毛。小飞说，他醒着的时候都在想自己的长相。他每天花5个小时照镜子检查自己的外表。他不断地把自己与别人比较，并且无法抑制地从母亲和男友那儿寻求证实。他用手捂着脸，花几个小时不断地化妆再化妆，过度的洗脸，并且拔脸上的汗毛。小飞拒绝朋友、社会交往，开始从高中退学，后来从大学退学。他长期以来都自暴自弃，并且曾2次试图自杀，因为他觉得自己太难看了，没有办法再活下去。体相障碍的心理揭示，接下来我们来做心理解惑。我们有很多人都专注于自己的外表，担心自己太胖或者是太瘦，担心头发太少或者是长在不该长的地方，担心我们的鼻子太大、耳朵太突出等等啊。这类关注是正常的，特别是在青春期时。青春期的孩子对自己的体相不满意，这样的现象比较普遍。但是如果这种不满意的程度不断的加深，那很可能会变成病态的，做出一些古怪的举动，令自己和亲人都痛苦不堪。最容易陷进障碍泥潭的人可能有这么几种。第一，自卑的人，觉得在别的地方没法超越，希望通过完善自我来达到优势的人。第二，受到心理打击之后反弹，在婚姻不美满的女性当中比较多见。第三，为了谋取某一个人，特别是女孩为了男朋友减肥较多见。第四，容易受社会风潮影响的人，追求完美、有强迫症个性的人。第五，有精神分裂倾向的人。体相障碍可以延伸到身体的各个方面。调查报告指出，体相障碍的排位，第一类是厌食，也叫做饮食障碍、减肥障碍。第二类是对乳房、喉结、胡须、生殖器等部位的性体相特征障碍，男女各半。第三类是整容障碍，反复的整容、瘦脸、削骨，要求改变骨盆大小，觉得脚大等等。第四类是肤色障碍，老是觉得自己太黑或者是太白。与强迫症的治疗方式是一样的，体相障碍的病人需要住院治疗，通过药物与心理疏导，一般需要1年以上的治疗周期。兴奋还是抑郁，双向障碍。首先分享案例故事，老赵的奇怪遭遇。50岁的老赵是小学教师，间歇性兴奋，25年来话多与愁闷少语交替发作，因3个月以来病情严重发作入院。25年前，老赵因与领导意见分歧，被撤销了校长职务，随即精神失常，沉闷不语，唉声叹气，坐立不安的，声称他活着没有什么意思，脑子迟钝无用，沉重目轻，不愿见人，说话不愿意出门，胃口大减，但是不觉饥饿。人们以为是受处分之后的闹情绪。第2年春末夏初，他一反常态，情绪欢乐，话多，自己说脑子特别好使，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见人就打招呼，说个没完，喜欢交朋友，穿新衣服，骑新车，到处串门，深夜就寝，黎明即起。当年秋天情绪平复，一切如常。6年后又无缘无故的发病了，持续1年半后转为欢乐多话，第2年又发愁少语，曾经想上吊却是没有成功，1年之后又正常。7年之后因为工资未调整而不快，多次自杀未遂。4年5月又恢复正常，再经过1年半又兴奋多话，自荐充当某报义务的通讯员，彻夜不眠创作诗歌。此后曾3次入精神病院，理研治疗有效，停药又发病，近3个月未发，之后又发作频繁，还打骂妻女。第4次入院是选举休养员委员会时自荐任主席，通过后就发号施令，指挥病友，态度蛮横，当即被罢免。像我们在上面分享的这位男子，狂躁与抑郁状态相互转换，交错出现的混合存在的现象，我们就称之为双向障碍。双向障碍是以情感活动过分高涨或者是低落为基本症级的精神疾病。
我们又称之为情感性精神障碍，其临床特征为单向或者是双向发作性的躁狂状态，或者是抑郁状态的反复出现。两次发病之间有明显的间歇性，在间歇性精神状态可以完全的正常，所以多次的发病，精神活动并不发生衰退，一般愈后较好。双向障碍患者的心理异常会表现为躁狂和抑郁的两种状态。躁狂状态的突出表现，首先是情绪高涨，这是一种强烈而持久的喜悦与兴奋，患者往往眉飞色舞，谈笑风生，洋溢着欢乐之情。由于患者的愉快情绪和他的整个行为相协调，因而具有感染力。但是又由于自制力减弱，对接触的事物往往做出过分的情绪反应，可以因为一点小事不称心，勃然大怒，暴跳如雷，但随后又很快为原先愉快高涨的情绪所替代。其次是思想奔逸，患者的思维快捷，联想迅速，说话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但是见解多肤浅片面，内容重复，自以为是，新概念不断的涌现，话题通常随着环境变化而转移。再次呢是行动的活动明显增多，患者天不亮就起床，开始为他极为忙碌的一天，或者不加考虑的去做一些不着边际的事情，但是往往虎头蛇尾，有始无终，忙碌终日，无所事事。抑郁状态的显著表现，首先是情绪低落，患者起初表现为疲乏无力、无精打采、失眠早醒、工作能力下降，以后呢逐渐出现情绪消沉、抑郁、沮丧、一筹莫展，遇事消极，以往的过失、眼前的不如意纷纷涌上心头，萦绕不去。其次呢，患者感到自己的思想迟钝，脑子变笨，严重的抑郁情绪使他产生了罪恶妄想、关系妄想以及被迫害妄想。患者还会根据便秘、食欲不振和腹部不适等，自疑得了某种不治之症。再次，由于运动机能受到不同程度的抑制，比如动作迟缓、卧床少动、衣着随便、不时梳洗、低头弯腰、双肩下垂、面无表情、嘴角下垂、双眉紧锁、目视地面、无言少动，可端坐半天而不辨识，严重时还会呈现木僵的状态。躁狂抑郁症的病因目前我们尚不清楚，一般认为可能是同患者的遗传、精神和躯体因素，以及神经系统与代谢功能的平衡失调有关。冲破双向障碍的深渊，接下来我们来做心理调节。对躁狂抑郁症的治疗方式主要有药物治疗，抗抑郁药物有锂盐、抗癫痫药、卡马西平、丙烯酸盐等，但是这些都有一定的不良反应，需要由专科医师处方应用，通常应该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区别处理。躁狂型的患者可以采用安定剂进行药物治疗，抑郁型的患者则可以在抗抑郁治疗的同时结合心理治疗。对于躁狂与抑郁两种症状并存的患者，则应该使用安定剂和抗抑郁剂，可以收到较好的效果。躁狂抑郁症的早期发现与识别，对本症的治疗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别让乌云遮住了阳光。忧郁症。首先来分享案例故事，一位忧郁症患者的自述。从上个月开始，张阿姨的情绪突然一落千丈。原来她以为的情绪变化跟儿子的生意不好有关。儿子1个多月前回来看她，向她诉说现在生意难做，而且还有一大笔款项已经1年多还没有收回，公司正面临着困惑。如果能够收回这笔款项，对度过眼前的难关很有帮助。张阿姨心里也着实为她担心和着急。不久，心烦变成了忧郁，不管她是在做事还是坐下来休息，忧郁便会莫名其妙地笼罩着她。近2周以来，心情变得更坏了，几乎整天都处于忧郁当中。她觉得自己体验高兴的神经已经变得麻木。儿子从外地回来看她，她只说了一句“你回来了”，心里却没有像以前那样感到喜悦。就连小孙子跑到他眼前，亲热叫他奶奶奶奶，他也体验不到平时那种喜悦。然而感受痛苦的神经却变得特别的敏感，而且特别容易联想，几乎对任何事情都能够联想到痛苦，即使是能够让大家感到高兴的事情，他也联想到痛苦。
几周前，儿子带他去九寨沟玩了一趟，看着他们开心的样子，张阿姨一点都高兴不起来。想到此后他就不能再和他们一起出来玩，他就泪流满面。他很容易同情别人，见别人流泪他也流泪。他很容易嫉妒别人，看见别人快乐他反而会更加难受，甚至他会感到痛苦。有的时候觉得特别奇怪啊，同一件事情，别人为什么能够获得那么多的快乐，而他体验到的只有难受和痛苦呢？忧郁症的心理成因，接下来我们来做心理解惑。张阿姨所患的这是一种贵族病，忧郁症。忧郁症是指患者抑郁发作时有忧郁特征的一类重型抑郁症。所谓忧郁，特别是指患者对于所有的活动完全或者是几乎失去兴趣，并且缺乏情绪体验，即对于令正常人感到兴奋或者是高兴的事情，患者没有任何高兴的体验，有时甚至有悲伤的体验。此外还有沉重夜轻、早醒、明显的厌食、体重下降、过分自责、自罪等特点。忧郁症属于严重的重型抑郁症，不但抑郁症状数目多，而且严重。心情低落严重，对所有的活动完全或者几乎没有兴趣、乐趣，而且性质特殊，也缺乏情绪反应。抑郁的性质特殊是指患者的抑郁情绪不同于亲人死亡之后、居丧时或者是非抑郁发作时的体验到的悲伤。如果只是描述更严重、持续时间更长或没有原因，则不属于抑郁性质特殊。情绪缺乏反应性是指患者在遇到喜事或者是十分喜欢的事情时，抑郁心境没有好转，甚至连暂时的改善也没有。如果患者的情绪仅仅部分变好，即为正常的 20%到40%，只维持几分钟，可以认为是情绪缺乏反应性。忧郁症患者几乎是没有精神运动性变化，表现为明显的迟钝或激越。由于表现为过分明显，所以容易被他人发现。忧郁症患者在发病前人格都为正常的。忧郁症的发病一般没有触发因素。忧郁症患者对于安慰剂都无反应，而抗抑郁药和电休克治疗都有效。这些患者可能有更多的实验室异常，如血皮质醇水平升高、地塞米松抑制试验阳性、眼快动睡眠潜伏期缩短、色氨酸激发试验异常等。摆脱忧郁症，接下来我们来做心理调节。忧郁症是一种重型的抑郁症，与抑郁症的治疗相类似，临床上推荐帕罗西汀或者是文法拉辛作为一线治疗。如果没有效，改用 TCA 或者是马利贝安、西泰普兰和氯西汀作为3线治疗。此外，电休克治疗可以用来治疗那些有自杀意向比较重的忧郁症患者。抑郁的产妇，产后抑郁症。首先来分享案例故事。生下女儿之后的她怎么了？林丹生在一个富裕的家庭，她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做一个好妻子、好母亲。她一直都想要一个女儿，女儿就是林丹毕生的期盼。可学业、事业都顺风顺水的林丹，唯独这个毕生的盼望却迟迟不能够实现，这令她痛苦不堪。她27岁结了婚，婚后5年她都没有怀孕，去医院看了很多次，也吃了很多药，但是无济于事。好在林丹的丈夫李凯比较通情达理，他安慰林丹要想开一些。无奈之下，林丹只好接受了这个现实。可就在此时，她却怀孕了。怀孕之后，林丹表现得更加的有条不紊，她在纸上写下了一件一件未来要和孩子一起做的事情。林丹在产房里苦熬了8个小时，终于如愿以偿地生下了女儿。女儿的洗礼仪式上，林丹坚持不要朋友们送礼物，还要他们每个人送给她一条如何当好妈妈的建议。2天之后，李凯和林丹带着女儿回到了位于湖边的别墅。1周后，他的大学好友打电话来问候他，却意外地听到了他闷闷不乐的声音。林丹告诉他说，我还行，只是觉得很累。接下来林丹用近乎于耳语的声音说道，我现在才知道，我并不喜欢这样。好友就问了，你不喜欢怎样？林丹说，不喜欢做母亲。
产后的林丹在一本爸爸送给她的褐色日记本里这样记述了自己的感受。她说，一天我醒过来，在房间里到处走动，感到疲劳，感到有人重重地敲打我的头部，我顿时心烦意乱，我的整个生活都被改变了。产后没多久，李凯常常发现深更半夜林丹坐在床边，而他们的女儿正在熟睡。还有一次，林丹和女儿在沙发上睡觉，女儿滑下来放声大哭，李凯听到后赶紧跑过去哄她，而林丹却坐在一边发呆，一副漠不关心的样子。其实此时的林丹已经患上了产后抑郁症，她感到疲劳，心烦意乱，头昏脑胀，并且对自己的女儿漠不关心，这些都是产后抑郁症患者的典型表现。接下来我们来做产后抑郁症的心理解析。产后抑郁症是指妇女在产后4周之内发生的抑郁发作，还有的发生躁狂、轻躁狂或者是混合发作，它们都是产后心境障碍的一种。对于我们来说，产后抑郁症并不陌生。根据调查，有 10%到15% 的初产妇都会得产后抑郁症，其中 1% 的患者抑郁状况比较严重。一般认为，引发产后抑郁症的危险因素可能是以前有产后抑郁发作，或者是心境障碍，又或者其他的精神障碍史，妊娠期有抑郁症状，有抑郁症家族史，缺乏社交支持，慢性心理因素，经济状况不佳，以及家人、丈夫或者婆婆的冷言冷语。产妇一旦出现了产后抑郁症发作，以后复发的危险就是 30% 到50%。有双向障碍家族史的产妇，发生产后抑郁症的危险将大大增加。典型的产后抑郁症的症状类似于重型抑郁症，主要表现为焦虑、焦虑心境、疲劳、睡眠障碍、食欲异常、记忆力下降、注意力不集中，感到内疚、羞愧、愤怒，没有能力或者是无望感，存在自杀想法或者自杀行为，有时出现强迫观念或者行为，怕出门，对自己、小孩以及伴侣过分的关心，怕发生不幸的事件。产后抑郁症产生的原因，很多患者都认为生小孩之后自己应该高兴，但实际上又不高兴，为此感到而抑郁，因此患者为自己的抑郁感到有罪。患者不愿意向别人谈及自己的症状，或者是对小孩有消极情绪。有些患者有杀婴行为，杀婴常与精神病发作有关，或者是受幻觉的命令杀死婴儿，或者认为由于婴儿魔鬼附体，因而杀死婴儿。有些重度抑郁症患者抑郁心境较重，经常自罪自责，甚至有强烈的自杀企图。林丹就是典型的重要抑郁症患者，患有重性产后抑郁症的患者可能会有杀婴行为。通常而言，产后抑郁症是指妇女单方面的问题，但也有不少的研究认为，产后抑郁症正在不断地扩散到男性身上。接下来，我们来做心理调节。孩子是幸福的源泉。对于产后抑郁症，有很多的治疗手段。一旦确诊为产后抑郁症，一般有许多的治疗选择。最先考虑的是参加产后母亲的支持群体，通过群体内的活动、相互间的沟通、医务人员之间的诱导帮助，许多人都可以从产后抑郁的状态当中给解脱出来。有经验的医务工作者和来自于家庭方面的情感支持，共同实现产后母亲的生理以及精神方面的康复工作。这其中最重要的是恢复她照顾婴儿的能力，让她学会从幼儿的小生命中找到快乐。此外，荷尔蒙治疗也有一定的疗效，尤其是在那些产后需要增加雌激素、孕激素和甲状腺激素的女性。3环类抗抑郁药有时也会用于产后抑郁的母亲，因为研究发现这些药物不会出现在乳汁中，所以一般认为将它们用于哺乳的母亲是相对于安全的。专家指出了，除了药物治疗之外，情感支持也格外重要。因为患者有强烈的无助感，所以亲人朋友的关怀体贴是必须的。同时，患者自己也应该主动对于亲人朋友敞开心扉，向他们诉说自己的痛苦，得到感情上的支持。有相似经历的康复患者的帮助，对于病人的康复极为重要。翻越生命的低谷，更年期抑郁症。首先来分享案例故事，林阿姨的心理低谷。林阿姨因为单位倒闭，一度闲赋在家。
最近他通过培训被一家超市录用，对于这来之不易的工作，林阿姨非常的珍惜。早起摸黑，一丝不苟是她立下的誓言。然而最近一段时间，她老是觉得自己很没有用，擦洗商品表面灰尘，好几次将商品的标签给搞坏了。在给顾客找零食，不是多就是少，从而引起了顾客不满。有时明明知道要好好回答别人的询问，但是话一说出，硬邦邦的，结果搞得大家都很不开心。事后自己很后悔，有时又莫名其妙的焦虑不安、恐惧、噩梦连连。为了改变这样的状况，林阿姨听从了小姐妹的建议，更年期没什么大不了的，最多吃些保健品也就万事大吉了。于是林阿姨在电视、广播、报纸、新闻媒体的帮助之下，不时地还服用各种的保健品。也许个体有差异，也可能不对路，反正说明书上的效果在林阿姨身上一点都没有体现出来。更使人气恼的是，明明是更新的保健品，不但更不了新，反而使林阿姨的情绪陷入到低谷，一阵阵的悲凉感时常莫名其妙地涌上心头，感到活得很累，这样的念头始终难以排遣，兴趣越来越差，干什么都好似秋天的茄子，耷拉着脑袋提不起精神来。我们来做心理解惑，更年期抑郁症解惑。更年期抑郁症是一种发生在更年期的常见精神障碍。更年期抑郁症患者常常有某些躯体或者是精神因素作为诱因，常常发生在心理或者是生理方面的改变。生理功能方面的变化多以消化系统、心血管系统以及自主神经系统的临床症状为主要表现，有食欲减退、上腹部不适、口干、便秘、腹泻、心悸、血压改变、脉搏增快或者是减慢、胸闷、四肢麻木、发冷发热、性欲减退、月经变化以及睡眠障碍、眩晕乏力等。生理方面变化常常在精神症状之前出现，往往随着病情发展而加重。经过治疗之后，躯体症状消失的也比精神症状要早。有更年期抑郁症的人，平时表现为焦虑、忧郁，会无缘无故的紧张不安、忧心忡忡、手足无措、惶惶不可终日，又或者是情绪低落、郁郁寡欢、自责自卑、消极厌世，甚至出现自杀行为。有的人会无端怀疑自己得了癌症、冠心病，有的人感觉自己只剩下躯壳无灵魂，也有人会觉得自己壳如空隙，身无分文。由于这些精神症状的影响，使病人正常的生活和工作都遭受到破坏。严重时，病人会发生自杀、自伤的行为。自杀除了服毒、自缢、跳楼以及跳井的方式之外，往往采取一些意想不到的自伤、自杀的方式。我们来做心理调节，翻越生命的低谷。得了更年期抑郁症之后，必须认真的给予治疗。对更年期抑郁症较轻的妇女，经过心理治疗以及雌激素替代治疗，能够明显的改善抑郁症状。雌激素可以减轻自主神经功能失调，改善大脑功能，防止泌尿生殖道的萎缩，有利于和谐的性生活。长期使用可以预防骨质疏松。对于较严重的患者，单用雌激素补充治疗还不够，应该在精神科医生的指导之下加服抗抑郁的药物。常用的抗抑郁药有阿米替林、都氯平、马普替林、百忧解、米安舍林、氯硝西洋、艾司唑仑、罗拉、代安神等等，可以同时用更年安、安雄等药物来调节内分泌和自主神经系统功能。但有焦虑的病人还需要加服抗抑郁的药物，如加健安定、舒平等，但要注意药物成瘾。此外，更年期抑郁症的患者家庭成员应该对疾病有所认识，注意从心理上理解患者、同情患者，注意关心、保护、支持患者尽快的恢复健康。对疾病的严重性有充分的估计，对一切可能发生的意外情况采取有效的预防措施。总之，如果处于更年期的年龄阶段，感到有什么都不感兴趣，情绪低落、沮丧，整日的紧张焦虑，怀疑自己又患了不治之症，有的时候常有这样或者那样的痛苦，可是又查不出具体的疾病，提示可能患了更年期抑郁症。在这种情况之下，应该到专科医院就诊，及早的进行有效治疗。第6章，走出人生困顿，活出自洽人生。
走出自我的藩篱，社交恐惧症。首先来听案例故事，神经病的欧影。欧影今年22岁，正处于年轻的季节里，但是他感到自己的心理不健康已经有5年了。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快乐的人生，美好的生活，好像对我就是一种传说。欧影在上小学时，父母离了婚，他判给了父亲。也许对于父母来说，离婚是一种对于不幸生活的解脱，又给了他们各自以新的生活的希望。然而对于幼小的孩子来说，则是对其心灵的一记重击。原本好好的家庭，现在一下子破了，再也不能够像别的孩子那样有着双全的父母。而在孩子的世界里，一向对这类事敏感好奇，他们用异样的眼光看待欧影，在远处的指指点点，好像欧影是一个什么怪物。欧影呢，头也因此而重重的低下。这件事恐怕就是奠定日后欧影心理障碍的一个基础。反正从此之后，欧影变得很自卑，不爱说也不爱笑了。等他上了高中，又一件事情加重了他的自卑感。原来学校离家较远，爸爸让他骑车上学，然而问题就出现在了一个车上。欧影从爸爸手里接过来的是一辆破车，骑起来叮叮当当乱响，一副要散架的样子。欧影从小穿的都是一些破旧的衣服，总感觉自己太寒酸，不如别人。现在上了高中，特别重视别人的看法，尤其是异性对于自己的看法。因此一辆破车在他爸爸眼里只不过是一个上学的交通工具而已，可是在他的眼里，这等同于自己的形象。他觉得骑在这辆破车上，自己就会和这辆破车一样被人瞧不起。青少年是进行自我认识、自我评价的初始期，但是他们的自我认识往往不客观、不全面、不辩证、不准确、不稳定。比如他们认识自己不能够从自己的能力、性格、知识水平、品德这些主要方面去看待自己，而是爱从别人说了自己一句什么话，自己穿得怎么样，自己能否能说会道这些肤浅片面的方面去评价自己，于是不免就陷入到自我认知的误区。特别是像欧影这样原来自尊心就很脆弱的人，那么稍稍有一些不良的刺激，很多时候甚至还不算是不良刺激，也就出现了与其自尊心有关的事件，马上就会起其自卑的过敏反应。要是欧影就这么骑着这辆破车，也许除了继续自卑压抑之外，还暂时不会发生什么。然而不幸的是，有一天他从他爸爸那儿得到了一辆新车。欧影自己说，就在旧车换成新车的同时，不健康的心理疾病染指上了我。在上学路上，欧影骑着新车，心情无比的激动高兴。然而也许是他不高兴已经成为了习惯，也许他认为自己不该为这点小事而喜形于色，于是他觉得自己很不自然，马上暗暗告诫自己不要太高兴，这只不过是一辆新自行车而已。但是他越控制自己不笑，要显得正常些，他就显得越不自然。从那之后，欧影一上街就会不自然的笑，神色紧紧张张，总认为别人在盯着自己，但又怕看到别人的目光，全部思想意识都集中在自己的身上，就好像自己是在赤裸裸的上街，恨不得钻进地缝。过后总是想下次上街他应该如何如何，但是越是这样，他越是紧张。有一次邻居看到他走来，便对别人说，你看，神经病来了。从此他在许多方面都不正常起来，上学骑车踩得飞快，像是要逃避所有人。上课时爱用双手遮着脸，生怕别人看见自己之后自己会感到不自然。放学之后总要拖到天色很黑才回家，他不敢独自上街买东西，不敢理发，更不可穿 T 恤或者是其他惹眼的衣服。接下来我们来做心理解惑。什么是社交恐惧症呢？社交恐惧症患者害怕的对象主要是社交场合和人际接触，他们在公共场合把注意力过于放在周围的环境上，对外界的刺激非常的敏感，总觉得别人对自己的一言一行都非常的关注，总是担心自己会出现错误，被人嘲笑，总处于一种莫名的心理压力之下。社交恐惧症常常会导致口吃、植物性神经功能紊乱，甚至兴奋性晕厥等并发症，影响人们的正常生活和工作状态。社交恐惧症产生的原因又是什么呢？经过专家的研究表明，
社交恐惧症这种不正常的心理状态与人们在童年时期的某个行为的印痕有直接的关系。例如，有一个人小的时候曾经得到一次演讲的机会，他做了精心的准备，希望风光一把，可是没想到他上台时竟然把原先背得滚瓜烂熟的演讲词忘得一干二净，这使他尴尬至极。从那之后，他变得不敢当众讲话。有一个男孩平时很喜欢去同学家里玩，有一天他无意当中听到那位同学的母亲在教训孩子，别让你的那个同学老到家里来玩，烦死了，下次他再来你赶紧打发他走。那个男孩静悄悄地缩回了已经踏入门槛的一条腿，从此之后他变得害怕与别人接触与交往，更不敢与人交朋友了。下面我们来做心理调节，走出自我的心理藩篱。先找出具体的刺激源，接下来就是进行心理认知的治疗，让患者通过回忆、与心理医生交谈以及催眠等治疗方式，找出引发心理障碍的确切原因，再以此来对症下药进行行为治疗。行为治疗就是根据患者的病因，教会其采用相应的心理对策，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最终形成正常的社交思维习惯和模式。常用的治疗方法有以下几种：一、注意力集中法。在社交场合，不必过度地关注自己给别人留下的印象，要知道自己不过是一个小人物，不会引起人们的过分关注。正确的做法是学会把注意力放在自己要做的事情上才对。第二，兜头一问法。当心里过于紧张或者是焦虑时，不妨兜头一问，再坏又能够坏到哪儿呢？最终我又能够失去什么呢？最糟糕的结果又会是什么样呢？大不了是再回到原点，有什么了不起？那想通了这些，一切就会变得容易起来。三、钟摆法。为了战胜恐惧，心里不妨这样想：钟摆要摆向这一边，必须先向另一边使劲。我脸红，大不了红得像块红布；我心跳快有什么了不起的？我还想跳得比摇滚乐还快点。结果呢，人们会发现实际情况远远没有预先想的那么严重，于是注意力也就被转移到正题上。四、系统脱敏法。如果面对自己喜欢的女孩，可以用循序渐进的方法克服心理障碍。第一，先下决心看看她的衣服；二，看她的脸蛋和眼睛；三，向她笑一笑；四，当有朋友在身边时，主动和她说话；五，有勇气单独与她接触。这些避免直接接触敏感中心的方法，使一个原本看起来很困难的社交行为变得容易起来。这种方法对于轻度社交恐惧症一般有立竿见影的效果。开启人生的后花园，告别恐婚症。首先我们来听案例故事，新娘在害怕什么？热闹的婚礼宴席上，新郎突然发现新娘不见了。新娘的母亲是在饭店的卫生间里找到女儿的。身披雪白婚纱的新娘正坐在马桶上哭，母亲吓坏了，在她的反复追问之下，新娘终于说出了缺席的原因。自己对于婚姻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一想到自己从此之后要和一个曾经毫不相干的人共同生活，一起吃饭、睡觉、生孩子，这简直不能让人接受。而且她害怕婚后的她原形毕露，不再是婚前的她。母亲听了女儿的话，给她讲了一个故事。母亲说，有一天啊，一位少妇去地窖取酒，上楼梯时不小心摔了一跤，摔破了酒瓶，划破了手。她忽然想到，如果将来自己的孩子去地窖取酒时也摔了一跤并且扎破了手，那多可怕。想到这儿，她伤心地哭起来。她婆婆闻声赶来，一听说将来自己的孙子可能受伤，也哭了起来。随后而来的奶奶听说了将来的不幸，于是三个人哭成了一团。母亲问女儿，你觉得这个故事可笑吗？女儿点了点头，她笑了，擦干眼泪，随着母亲到婚礼宴席上，像是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一样。心理解惑，为什么会恐婚呢？恐婚症是一种很具有代表性的现代社会心理疾病。这种心理疾病是对于婚后生活的过多考虑，在面临婚姻时的表现形式就是对于结婚的恐惧和逃避。很多人因此而推迟结婚，甚至宁愿单身也不愿意受罪。恐婚者认为谈恋爱的感觉很好，很轻松，
何必要用一纸证书把两个人都绑在一起呢？日子久了，总会出现彼此厌倦的时候，何必束缚别人，束缚自己呢？因此他们始终对于婚姻保持观望的态度，不肯把幸福的赌注押注在未来的配偶身上。心理调节，勇敢地接受人生的幸福。心理医生提醒害怕结婚的人们，不要忘了那句老话，婚姻是一双鞋，适不适合自己，只有你知道。如果你拒绝穿鞋，也许避免了因为鞋子不合脚而磨出血泡，但也可能因为赤足行走而扎到钉子。到那个时候，你或许会意识到，婚姻其实也是对于爱情的一种保护。幸福的婚姻生活是治疗恐婚的最佳方法。顺从你内心的力量，强迫性人格。首先来听案例故事，秦某的心病。秦某出生在北京市城区的一个普通工人家庭，兄弟2人，有一个小弟弟，小他7岁。父母的脾气均比较暴躁，经常争吵，对于秦某经常责骂。在患者5岁时，有一天中午，秦某独自拉着一个儿童玩具车在院子里玩得正高兴，突然睡午觉的父亲冲了出来，一脚就把玩具车给踩碎了，大声地呵斥他。秦某不记得后来的情况，只记得当时自己被吓呆了，甚至没有哭出来。患者后来经常以此事为例，向别人抱怨自己的父亲对自己也很不好。在以后的生活中，路过脏东西时，秦某时常会担心刚才碰到了他们。在单位上班，在操作前要花费几分钟的时间，先认定所要关的电闸，在关完电闸之后仍不放心，要反复的检查多次，确信自己没有关错之后，方可以继续其他的工作，以至于工作效率低下。有一次在银行进行储蓄，秦某忽然出现了一个念头，要是把银行抢了，就能有很多的钱。秦某被这个念头吓了一跳，匆忙离开了银行。之后他感到非常的不安，在严重时，只要看到银行都会感到紧张。另外，他还经常担心自己因为一时冲动而做出摸异性乳房或者臀部的行为。秦某一直生活在苦恼之中。我们来做心理解惑，强迫的力量来自于哪里？故事当中的秦某是一位典型的强迫症患者。强迫症又称为强迫性神经症，是病人反反复复出现的，明知是毫无意义的、不必要的，但主观上又无法摆脱的观念。意向的行为，其表现为多种多样。例如，反复检查门是否关好，锁是否锁好，常常怀疑被污染，反复的洗手，反复回忆或者是思考一些不必要的问题，出现不可以控制的对立思维，担心由于自己的不慎使亲人遭受飞来横祸，对已经办妥的事情缺乏应有的满足感。强迫性人格障碍是一种常见的人格障碍，根据调查，这类型人格的指数占到总障碍人数的 5%。 中国精神病分类方案与诊断标准将强迫性人格障碍的症状表现描述为： 1. 做任何事情都要求完美无缺，按部就班，有条不紊，因而有时会出现影响工作效率。 2. 不合理的坚持别人要严格要求他的方式做事，否则就心里感到很不痛快，对别人做事很不放心。 3. 犹豫不决，常常推迟或者是避免做出决定。 4. 常有不安全感，穷思竭虑，反复的考虑计划是否得当，反复的检查，唯恐疏忽和差错。 5. 拘泥细节，甚至生活小节也要程序化，不遵照一定的规矩就感到不安或者是重复要做。 6. 完成一件工作之后常常缺乏愉快和满足的体验，很容易悔恨和内疚。 7. 对自己的要求严格，过分的沉溺于职责义务与道德规范，无业余爱好，谨慎吝啬，缺少友谊来往。心理社会因素也是引发强迫症的重要原因，尤其对于正处于发展期的青少年来说，这一因素体现为更为明显。这一时期的青少年生理发育迅速，在与竞争激烈的社会交往当中出现不适应的现象，可能会引起强迫症的产生。工作紧张，家庭不和睦，夫妻生活不尽如人意等等都可能会使患者长期的紧张不安，最后诱发强迫症的出现。症状的内容与患者面临的心理社会因素的内容有一定的联系。
意外事故、家人死亡以及受到重大打击等，也使患者焦虑不安、紧张、恐惧，诱发强迫症的产生。症状的表现形式与精神创伤有直接的联系，但这并不说明强迫症无药可救。心理专家提示，治疗该症状的关键在于患者要勇敢地、理智地面对它，战胜它。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患者不妨深层地剖析自己，从起因入手，采取其听其自然，凡事不追求完美，多参加集体活动等方式，适时地宣泄心中的紧张和焦虑情绪，想办法转移自己的注意力。心理调节，解开心理的死结。对于强迫性人格障碍，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进行自我矫正。由于强迫性人格的主要特征是把冲突理智化，过分的压抑和控制自己，他们常常做的事情不够好，所以往往反复地重复某项工作以达到自己的要求，有着很强的不完美感。还有的患者内心有强烈的不安全感，怕肮脏、怕疾病，都是因为这些让他们感到很不安全。这种表现往往是内心深处严重的不安全感的表现。要明白，同样情况之下，心理正常的人是没有这种感觉的。因此，强迫性人格障碍的纠正主要依靠减轻和放松精神压力。最有效的方式是任何事情都听其自然，不要对做过的事情进行评价，要学会自己来调整心态，增强自信，减少不确定的感觉。比如，担心门没有关好，就让它没关好；课桌上的东西没有收拾干净，就让它不干净；字写的别扭也由它去，与自己无任何关系。开始时可能会由此带来的焦虑的情绪反应，但由于患者的强迫行为还远远没有达到强迫症的无法自控的程度，内心的不完美感和不安全感还没有达到极致，所以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和自己的意志力的努力，会逐步的建立自信，强迫的症状是会消除的。勇于爬出自己的外壳，回避型人格。首先来听案例故事，心理医生与一位回避型人格的对话。林辉的智商并不低，他兴趣广泛，思维敏捷。然而2000年高考时，他却名落孙山。后来林辉去了南方，在深圳一家电脑公司做营销工作。营销工作虽然辛苦，但收入颇丰。林辉的工作很出色，业绩好，多次受到老总的嘉奖，很快就把他提升为营销主管。1年之后，公司招进了3名大学本科生，其中1人做了他的助手。有1名大学生做他的助手，本来可以使他的事业如虎添翼，然而林辉却陷入到自身的泥沼，他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情绪低落，不爱讲话，工作劲头大打折扣。4个月后，老总看到他的业务成绩下降，撤了他的营销主管的职务，这让林辉的助手来接替他。在这以后，林辉的情况更为恶化，他不与任何人说话，看到人总是低着头，当别人主动与他说话时，他总是有意的回避。有一次公司举办了客户的歌咏会，原则上所有的人都要参加，但唯独林辉一人没有参加报名。公司领导动员他参加，他也就和大家一块儿参加排练，但正式演出时，他却一个人不知道跑到哪。后来在大家的劝导之下，林辉去了一家心理治疗所进行心理咨询。下面是心理医生和林辉的对话。心理医生说，单位说你原本不是这样的，你怎么会突然变成一个沉默寡言的人呢？林辉说，我不想说话。心理医生问，为什么不想说话呢？是同事们对你不好吗？林辉说，没有，同事们对我很好。心理医生又问道，你从前那个大学生助手对你不好吗？林辉说，不是的。那你的心里有什么事憋着，通不过，所以你才会这样，是不是？我觉得我心里是有事，但是我不知道是什么事。你的大学生助手对你不错，可你不喜欢他。我觉得我跟他不一样。原来我觉得我与大家都是一样的，现在不是了。有什么不一样呢？不是干一样的工作吗？那个大学生的薪水未必有你高啊。我觉得所有的人都排斥我。事实上不是这样的，他们对你不错，老总经常表扬你。那以后他再表扬我，
我总觉得他只是说说而已，他并不是真的欣赏我。你为什么会这么说？我没有文凭，他们不会真正的看好我。我明白了，你其实心底总有一种痛，因为你的人生并不顺利，你没有考上大学，这个结在你的心底早就有了。当你习惯性的遗忘时，你会忽略，而一旦有条件反射时，它就会想起来，使你非常的不安。你想回避所有的人和事，甚至想回避这个世界。我甚至连电话都不愿意接，我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卑微的人，没有人会关爱我，包括我的恋人，我只能够回避一切。当你想回避这一切时，会出现什么样的一种情况呢？我老是出错，什么事都做不好。心理解惑，回避者内心的世界。林辉的症状在心理学上被称之为回避型人格。回避型人格形成的主要原因是自卑心理。心理学家认为，自卑感起源于人的幼年时期，由于无能而产生的不胜任和痛苦的感觉，也包括一个人由于生理缺陷或者是某些心理缺陷，例如智力、记忆力、性格等，产生了轻视自己，认为自己在某些方面不如他人的心理。具体来说，自卑感的产生有以下几方面原因。第一，自我认识不足，过低的估计自己。每个人总是以他人为镜来认识自己，如果他人对自己做了哪些较低的评价，特别是较有权威的人的评价，那就会影响对于自己的认知，从而低估自己。有人发现，性格较内向的人都愿意接受别人的较低评价，而不愿意接受别人的较高评价。在与他人比较的过程中，也喜欢拿自己的短处和他人的长处去比较，这样就越比越泄气，越比越自卑。第二，消极的自我暗示抑制了自信心。当每个人面临一种新局面时，首先都会自我衡量是否有能力应付。有的人会因为自我认识不足，常常觉得我不行。由于事先有这样一种消极的自我暗示，就会抑制自信心，增加紧张，产生心理负担，工作效果必然不佳。这种结果又会形成一种消极的反馈作用，影响到以后的行为。这样的恶性循环使自卑感进一步的加重。第三，挫折的影响。有的人由于神经过程的感受性高而耐受性低，轻微的挫折就会给他们以沉重的打击，变得消极、悲观而自卑。此外，生理缺陷、性别、出身、经济条件、政治地位、工作单位都有可能是自卑心理产生的原因。这种自卑感得不到妥善的消除，久而久之就变成了人格的一部分，造成了行为的退缩，遇事回避的态度，形成了回避型人格障碍。心理调节，摒弃回避的束缚。对这类人格障碍的治疗，心理医生建议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着手。第一，消除自卑感。要正确的认识自己，提高自我评价。形成自卑感的最主要原因是不能够正确和对待自己，因此要消除自卑心理，必须要从改变认知入手。要善于发现自己的长处，肯定自己的成绩，不要把别人看得十全十美，把自己看的是一无是处。认识到他人也会有不足之处，只有提高自我评价，才能够提高自信心，克服自卑感。第二，要正确认识自卑感的利与弊，提高克服自卑感的自信心。有的人把自卑心理看作是一种有弊无利的无治之症，因而感到悲观绝望，这是一种不正确的认识。它不仅不利于自卑心理的消除，反而会使其加重。心理学家认为，自卑的人不仅要正确的认识自己各方面的特长，而且要正确看待自己的自卑心理。自卑的人往往很谦逊，善于体谅人，不会与人争名夺利，安分随和，善于思考，做事谨慎。一般人都较相信他们，并且乐于与他们相处，指出自卑者的这些优点，不是让他们保持自卑，而是要使他们明白，自卑感也有其有利的一面，不要因为自卑感而绝望。认识这些优点，可以增强生活的信心，为消除自卑感奠定心理基础。要进行积极的自我暗示、自我鼓励，相信事在人为。当面临某些情况感到自信心不足时，那不妨给自己壮壮胆，我一定会成功的，一定可以的。或者不妨自问，
人人都能干，我为什么不能干呢？我不也是人吗？如果怀着豁出去的心理去从事自己的活动，事先不过多的体验失败后的情绪，就会产生自信心。要分享的第二点，克服人际交往障碍。回避型人格的人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人际交往障碍，因此必须要按照阶梯级任务作业的要求，给自己定一个交朋友的计划。起始的级别比较低，任务比较简单，以后逐步的加深难度。不做惊弓之鸟，创伤后应激障碍。首先来听案例故事，创伤后应激障碍患者的心理魔障。一位妇女3年前从一场严重的汽车交通事故当中死里逃生，现在她听到远处救护车的声音就会控制不住的发抖，心跳加快，手掌出汗。一位曾经在黑暗的街头被蒙着头打晕了一顿的男士变得非常的神经质，不愿意离开家，尤其是晚上。2年前的一场洪水使一位妇女失去了家人和所有的一切，现在的她仍然经常做着有关于洪水的噩梦，而且如果天气预报说夜间有雨，那这名女士就难以入睡，心里不踏实。接下来我们来听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心理解析。某些人在强烈的创伤之后，可能会出现一种称之为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症状。创伤事件的应激性不仅导致了躯体症状，而且导致了脑内的化学反应。强烈的创伤事件是指个人所经历的、看到或者是了解到的引起的强烈惊恐、无助或者是恐怖的事件。这件事情可能是涉及死亡、生命危险、严重伤害的事件，或者可能是对于自身对他人有危险的事件。例如，某人可能遭遇躯体伤害，例如家庭暴力或者是被强奸，在汽车、飞机、火车等交通事故当中受伤，自然灾害例如台风、洪水或者是龙卷风当中受到伤害或创伤，突然被告知亲人非预期的死亡，有这些变化的人可能会发展为创伤后应激障碍。心理创伤后应激障碍是一组由心理社会因素所导致的精神疾病。一般认为，决定本组织精神障碍的发生，临床表现与病程的因素有生活事件和生活处境、社会文化特点、个体人格特点、教育程度、智力水平、生活态度、信念以及当时的躯体功能症状等。患创伤后应激障碍的人需要认识到的，这是一种疾病，就像是糖尿病或者是关节炎一样，这个病并不代表着人格弱点，患者的症状也并不称凭空杜撰或者是想象出来的。一个人在经历强烈的创伤之后，如果他具有以下3组的症状群当中一定的数量的症状，就可以诊断为创伤后应激障碍。这3个症状群分别是再体验、逃避或麻木、过度警觉。症状必须超过1个月，明显影响到个人生活、工作或者日常生活当中的重要方面。再体验症状群，以下至少有1个症状：一、反复的、不自主的出现创伤性事件的痛苦回忆，包括与事件有关的想象与思维；二、反复的、痛苦的做出有关于创伤事件的梦；三、有仿佛创伤性事件正在重现的行动和感受，包括再体验、情景闪回、发作；四、遇到与创伤事件有关的人、地点或者是提示，有强烈的精神痛苦感；五、遇到与创伤事件有关的人、地点或者是提示时，有躯体反应，例如发抖、寒颤、心跳加快。逃避和麻木，以下至少3个症状：一、极力回避与创伤事件有关的想法、感觉或言语；二、极力回避能够唤起回忆创伤事件的活动、场所或者人物；三、不能回忆有关创伤事件的一些重要细节；四、对以前喜欢的一些活动不再感兴趣或者很少参加；五、与家人朋友疏远脱离；六、情感麻木，周围的人也能够感觉到这一变化；七、认为生活中某些重要的目标不能再实现，例如结婚、为人父母或者长大成人。过度觉醒，以下至少2个症状：一、入睡困难或者易醒；二、发怒或
或者易激怒。3. 难以集中注意力。4. 过度警觉。5. 易惊。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症状一般在创伤事件发生后的几周内出现，然而有些人可能在创伤事件发生的几个月甚至几年之后出现症状。接下来我们来做心理调节，忘记创伤，找回安宁。以下几个方面可以加以确诊。1. 有明显的生活事件为诱因，尤其是生活环境和社会地位，例如移民、出国、退休、入伍等，精神障碍始于事件后3个月内。2. 有理由推断生活事件和病人的人格特征起着同样重要的作用。理由是事发前病人一直精神正常，能够顺利处理这类事件，无任何的异常。有证词表明病人的社会适应能力不强。3. 以情绪障碍为主要的临床表现，同时有适应不良行为和生活功能障碍。4. 精神障碍妨碍了社会功能，而且病情至少1个月，最长不超过6个月。治疗方面，运用各种方法处理症状，增强患者的应付技能。治疗方案通常需要个体化，要根据患者的认知偏差、情绪和行为类型，选择合适的心理以及药物治疗方法。亲爱的各位听众，这本书到这里就全部为您分享完毕了。情绪与人们的心理健康信息息息相关，我们了解一些情绪和心理问题的相关知识，懂一些心理急救的知识，或许能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也希望能够通过本书，让各位更加轻松地去工作与生活。下本新书我们再会了。